不是，我上次买了好几件，3件。这不就迪卡侬的吗？不是，这个是迪卡侬，假的。哦。不用擦了，擦它干啥呀？大本也是擦的。在镜头面前你就一直在干活。那不是我先干活你才直播的吗？那你本来你这边都擦过了，完了你就擦一遍。我擦是擦的桌子，拖地那个一样吗？好了，我倒是特别爱干活的一个人。我不爱干活，我看觉得脏了我才干活。你别催着我干活。我可没催过你，我啥时候催过你啊？极其白胖丫头，我还好吧，我这是滤镜白，本人还好。图图该减肥了，快了，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我就减。我胖其实不太好看，我觉得我80公斤吧，80公斤还行。叨叨被踩了，刚刚不知道他聊啥。行了，这么得了，你吵到我了，你吵到我的眼睛了。这帽子偏吧？是不是偏呢？感觉有点偏。这样就还好。谢谢王江江的灯牌，谢谢这个阿 Ken 的灯牌，谢谢你们的粉丝灯牌。等一会儿人上来，我们讲讲故事，讲1到2个故事，然后咱们再下播。
谢谢北湘南的粉丝灯牌，刚刚还不好使的。谢谢秋风14夜的大啤酒。旁边啥声音噼里啪啦？200刀在那块整东西。现在安静了，刚才一直他在收拾屋子。今天你们发毕业证，是的发了，我让老师给我快递了，我也没去。他在这儿发毕业证。他有那个那啥，有那个朋友圈群啥的吧？你发朋友圈了？我没发呀。他在学校有那个官网啥的，或许也有同学，或许好像那个我们班主任好像也发了。他不认识我们那个导员之一吗？那你说成这个？欢迎买位。买位。程程怎么是榜一啊？你送啥了？程程怎么是榜一？榜一就是那个跟我一起拍视频的那个师哥，我们是同一校友。送关心不需要。你现在也是不是也没在北京啊？帽子链接，问200刀吧，我这个是他买的，我不知道。谢谢买位的小兔兔，比心兔兔，你们私信200刀吧。他买东西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买。14人正在外边观看，进来呗。14个人进来几个？啊，现在是买位榜首了吗？今天我们继续讲故事吧。200刀走了，我们就讲故事，因为就每天其实也不知道播啥，然后就讲讲之前的故事吧。我的故事提前跟大家说，我的故事其实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99.6%都是真实的，剩下那个0.4%呢，就是时间太长了，可能先后顺序错了或者怎么样。但我直播一般都不撒谎，不是一般。就是不撒谎啊，我就是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啊。给大家选项，一个是我和服装大佬，一个是我和影视大佬，你们选哪个？我和服装大佬和我和影视大佬，你们选哪个？
服装大佬、影视大佬，你们选哪个故事？影视，还有吗？那个，咱们少数服从多数啊。服装还有吗？少数服从多数，可以谈一点吗？你得先后顺序嘛，你先定哪一个？影视，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影视，好，现在影视胜出了，咱们就讲讲影视啊。我这个因为是涉及到别人隐私啊，对，因为涉及到别人隐私，我就大概说一个，就不涉及到别人隐私的一个，对，就不能说他是哪个影视，然后也不能说他姓甚名谁啊，但是，因为我这个师哥也认识这个人，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反正我直播间你们听，从来没有虚构的啊。这个我当年其实在那个筹备芝麻的时候，然后不是卖了服装吗？啊，不是，是我播完芝麻之后，然后我又开始卖衣服嘛，然后卖衣服，然后就是也是跟那个之前一样，都是在直播间里打包，然后给顾客给这个咱们粉丝打电话，然后就是发快递之类的。然后那天我也是在打包一个衣服，好几件衣服，然后我就给这个粉丝打电话，我就说，哎，你好，我是百里屠夫，你的几件衣服我已经给你打包好了，按照你给我发的地址发货嘛。他说，是的。然后他紧接着说，啊，那个你是百里屠夫给我打电话，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个没想到你就会自己打电话，我说，就是正好那个闲着没事嘛。他说那个不要弄出声音，他没说不要弄出声音，他说那个就是咱们之间有共同的朋友。我说谁呀？他说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没什么意思。然后他就我说那正常给你按照你那个地址发货了。他说好。就这样呢，就是因为当时芝麻可能是大家也没有太去见过这种类型的这种剧嘛。再一个也可能是龙二的缘故，再有呢也可能是那时候布鲁蒂他有影视部，然后跟我们合作的，所以芝麻的流量还是蛮不错的，可能算是我所有剧里边不能说是质量最好的，但是是流量最高的。所以呢，就是我恰好我也是因为这个剧吧，然后也收获了很多，然后包括那年正好是我30岁完事儿，我31岁了，因为我是91年的嘛，那年是2021年，我就说，其实我之前我就看那个卡卡开了一个餐饮店，我就挺羡慕的，谢谢六的跑车。我看卡卡开了一个就是串店，我其实挺羡慕做老板的那种状态的。所以当我31岁，然后又有点小成绩的时候，我就决定说我不想做网红了，就是我不想做主播了，我想做这个实体行业。然后当时正好我宣传期的时候，就宣传这个芝麻的时候，我去了深圳的一家酒吧，然后去一间酒吧演出，后来就阴差阳错的，我就把这个酒吧就经过考察，然后就接下来了。然后等到12月，就是1月份，3月份的时候我就回那个北京，
我就去搬家去了，我要一个人从北京搬家到深圳，然后我要把那个酒吧开起来，也就是我后来的 Air4。然后当我去了北京之后，然后我那个其中有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说，这个好朋友其实在圈子里就属于大姐大的那种，虽然说他是个 gay，但是他也是个大姐大。然后这个大姐大就说，哎，那个你这次回来待多久啊？我说那个搬完家可能就大概3-4天我就走了。他说正好你要回来的话，咱们一起吃个饭。我说可以啊。后来他说，那个之前可能有一个影视，就是有一个大哥你也认识，他要约咱们一起吃饭。我说哪个大哥呀？他说就那个一个搞影视的。然后我说我不认识啊。他说啊，你们不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后来他就想着说，那先一起吃饭嘛。后来我就大概了解一下情况，就是这个大哥是影视圈的一个比较牛逼的一个人物，就突然跟我这个朋友说想见我，然后传个局吃个饭，然后我就去了。我以为就是普通的那种饭局，结果路上的时候给我发完地址，然后就是因为一般的我们去饭店可能都是那种就是简简单单吃个饭啊，就像我们平时简简单单吃个饭，也不会有什么请柬之类的，它是会有一个电子的一个请柬，然后上面写着北京宴。北京宴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之前不了解，但是其实北京宴算是一些好像是一些明星开的一个专门做商务宴请的一个饭店，然后就算是人均大概是1000到2000块，人均大概在1000到2000块的那种。当然你便宜有便宜的吃法，然后我就去了以后不夸张的是，其实我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但是我一到那个餐厅的门口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夸张，金碧辉煌，就是很大气很高端的一个餐厅，你就明显能感觉到这边价格不菲啊。然后我就去了那个包间，那个包间也算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包间，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包间。然后结果我就去了大概有10个人左右，10个人左右，然后里边包含就是还有一个卡卡，也把卡卡叫着了。卡卡，我还有我那个大姐大，还有那个大姐大的一个带的一个小孩一个朋友，还有这个影视圈大佬，还有那个2个索尼音乐的人，还有一个谁我忘了，反正就是大概是将近10个人嘛。然后当时就让我坐在主位的旁边，然后甚至那个大姐大也坐在我的旁边，就居然让我坐主位的旁边。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场合其实有一点点我没想到的那个场合。后来我们所有人都到了，旁边那个2个索尼音乐的人也到了，然后这个影视圈大佬还是没出面，就没见到。然后我们就在这小声嘀咕，就说，哎，这怎么这么隆重啊？然后一直在等这个人。后来我心里我就觉得挺开心的，对，我觉得挺开心的，就是我是很喜欢见世面的人，其实我是有虚荣心和这个欲望的一个人，所以这种场合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甚至蛮期待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场合。结果我正在这有自己的小心思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个人服务员就是首先是服务员敲门，然后开门说那个这边请。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穿着特别有品位的一个戴眼镜的40岁左右的一个1.8米左右的一个戴眼镜的一个男士就进来了，就说，哎，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穿着一个不夸张的就高定的西装，然后穿了一个白色的一个长裤，我大概是记得他是这个造型，他就进来了。
进来以后，他说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然后他就坐到我旁边了。当时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谁呢？他长得有点像王景春，就是他长得有点像王景春。后来我也跟他聊起，我说你其实长得挺像王景春的，然后王景春的，然后他正好也认识王景春嘛，然后他俩的合照也给我看了。其实王景春其实虽然说年纪不是我的菜，但是长相是我的菜，而且我可能天生对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可能会比较有好感，所以他一进来我就觉得哇不一样。就这个人长得挺帅的，就是挺有气场的气质气场。过来了，坐在这儿，然后跟他旁边的那个索尼音乐的2个人打招呼，然后跟所有人打招呼，最后小声的就跟我说啊，那个久等了，不好意思。我说没事儿。紧接着我们就开始吃饭，然后就是开始正式的介绍他是什么公司的什么职务啊。然后他是怎么认识我的？其实他就是因为芝麻啊，所以我记得当时啊，其实芝麻虽然说很火，但是它是慢慢火的，芝麻是慢慢火的。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说，其实跟我回家给我带来了一些钱，但是芝麻其实我们投了以后没有收获什么。我说这个没有收获什么，我其实就挺意外的。但是没想到我收获了这个人，或者说这段感情，或者说这个奇遇。然后他就是因为跟我回家，他首先因为我们跟我回家有一个特别有名气的一个演员叫龙二嘛。龙二其实我之前我不了解他，所以我当时我也不知道龙二有多有名气嘛。后来就听说可能在10年左右，或者说15年左右，龙二是非常非常出名的。所以这个影视圈的这个人，其实他也是因为龙二才看这个片子的。然后但是呢，他说因为龙二看了这个片子，后来被我的所谓的表演，或者说我在做这个事情所打动，然后就想跟我见一面，就想认识认识。然后就这样，就是他就通过我那个大姐大的朋友，然后就组了一个饭局嘛，就这样。然后他那个旁边2个索尼音乐也是因为他知道我一直在做原创音乐，他想着说给我引荐一下，或者说能不能把我的歌现在就送到索尼音乐那边，看看能做点什么。然后后来我们就好奇说，为什么要把卡卡叫来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跟卡卡有一点小矛盾，主要原因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跟卡卡发了一首歌嘛，叫老 baby。然后我明明告诉卡卡不要透露出去，因为这个是收费专辑里的歌，但是卡卡可能就还是给大家听了，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我非常的零容忍，然后跟卡卡可能有一些矛盾，所以他把卡卡叫过来，其实也算是当一个和事佬，想就觉得说没必要，就是说2个人闹掰。其实我跟卡卡也没什么，当时只不过就是有一点点冷战之类的。所以也就是从这些事情来讲的话，就是他是一个他想得很周到，他像一个就是幕后操盘手一样，他很喜欢掌控一些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在我眼里吧，我觉得这是用心，然后再加上他长相和气质都是我的菜。我不夸张的说，那个时候我还就是蛮开心的啊，就觉得说这是芝麻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然后我觉得说，哎，有一个圈子里很有分量，然后又很有品味，又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主动的去靠近你。然后当下其实我们喝的还好，就是也没喝太多，我都在关注着他，然后他也在我面前去表现他。然后当时我对他有2个印象，第一个印象就是确实很有能力的一个人，
这个有能力是在饭桌上他有绝对的话语权，就是他掌控着所有人。第二点呢，就是同时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有一种威严，因为他在饭桌上他就聊起来影视圈拍摄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他讲到就是说他跟，当然这涉及到一些隐私，就是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说，就是他跟一个圈子里的喜剧天王然后在一起合作的时候，然后那个喜剧天王就选演员的时候他是怎么选的，那个喜剧天王是怎么选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回家的话，你全家人都死了，你要怎么表演出来，然后他就表示出这个喜剧天王就是他选角的方式可能更奇特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饭桌上总会有一些就是情商比较低的人，然后这个时候也不是说情商比较低，就是看不清形势的一个人。然后这个时候饭桌上就是那个我大姐大带来的一个小朋友就说，哎，其实我也特别喜欢演戏之类的，也想演戏，然后就想凸显一下自己嘛。然后那个影视圈的那个人就说，啊，那你现在你就来演一下，如果你放学回家的话，你全家都死了，你来演。然后当时其实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其实现场就有点尴尬了。然后那个带来那个朋友也很尴尬，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演，憋得演不出来。但是呢，明明就是很轻松的聊天一个话题，但是好像那个影视圈的人又有点不怒自威的一种，反正就是气场很怪。然后这个时候谁也不说话，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哎呀，那个我来演，我能演。然后那个影视圈的大佬就不为难嘛，就说啊，那我当然相信你能演，怎么样，就把这话就揽回来了。我就算是为那个小孩解了一下围，然后这个影视圈这个大佬也因为我的解围，然后他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了，所有人都解除了这个尴尬。我当时我也会觉得说，他其实我在想，如果说他当时也不给我面子，或者说继续这个话题继续讲的话，可能现场也很尴尬。后来就吃完饭之后，然后就说一起去纯 K 啊，去纯 K，喝点酒，然后唱唱歌之类的。到那儿其实我们就又开始喝上了，然后他也在旁边，然后因为特别开心，那天我特别开心，就是有点发自内心的开心，所以就是喝了没多久就喝多了啊，喝多了。因为在最后的时候，我为什么那么开心？因为在最后的时候，我才注意到那个桌子上是有用那个紫砂去弄的一些字，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欢迎百里南下，就大概的意思就是欢迎百里南下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就是它其实这个是一个送别宴。然后我就觉得很用心，然后包括最后我们有一个压轴菜的时候，是我俩必须得拿剪子去剪开，就有点像剪彩一样，然后包括我俩还拍了一个合照，然后大屏幕上还有一个藏头诗那个藏头诗把我俩的名字藏在里边，然后还现场就是用我俩的照片去做了一把扇子，这扇子还在这儿，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扇子正面不给大家看了啊，就侧边啊，一把扇子，然后这边是我俩的照片，照片。所以这把扇子我留到现在啊，就是我会觉得蛮被重视的感觉，就是整个流程下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用心，然后非常非常高级，对，高级，然后又不是传统的那种特别奢侈的那种奢靡的那种饭局，然后又是有点小文化气场的那种氛围的那种饭局，然后你整个状态就是完全我是吃这一套的，
所以就是我们紧接着就去 KTV 了，去 KTV 我就喝多了，喝多我记得他全程在厕所，就是我去厕所去吐去了，其实我有点，然后我一出来他就在厕所，他就在厕所门口，然后他就说你没事吧，我说没事，然后紧接着他就一直照顾我，后来我其实就有点断片了，我就有点断片了。但是后来我就是各回各家了嘛。第二天我们又约着喝酒，去了一个就我常去的那个酒廊嘛，然后我俩就约在那儿，然后我俩就单独喝酒。喝酒的时候我特别主动，因为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我俩在包间里边。忘了都谁，反正就是当时好像就剩我俩在包间里，还是说就我俩一直在包间，然后我就很主动的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会找到我？然后他说就是因为剧被打动了之类的。我说那你喜欢我吗？他说喜欢。我说那咱俩在一起吧。他说可是，然后他就有点犹豫。我说你是有对象吗？他说我没有对象。我说那你是有老婆孩子吗？他说我说我不介意。然后这个时候我俩就把手牵到一起去了就这样我俩就确定的关系。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会啊，他在这段关系里边其实他很会，就是他反而是我主动的但是我觉得他做的这些事儿其实就是推着我往那个主动方面去走后来就是确定关系了嘛，然后但是依然我决定来深圳嘛，来深圳做酒吧，然后他就说要给我酒吧投钱，我说不用我说不用，我说那个我这刚开始，因为我那个时候酒吧还没开始呢，他就要投钱，我说不用然后后来我就走了，我就去了深圳，虽然是我俩确定关系了，但是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不就是我怎么说呢？我可能跟二把刀我会比较黏着，但是我跟那种事业型的人我就不黏着，因为他首先他也不黏着，而且他那个岁数了，他将近40多岁了，他那个时候他也不是一个黏着的人，所以我俩其实虽然说确定关系了，但是一开始其实没有多黏着，也没有发生关系。紧接着我就去那边开店了嘛，开店大概1-2个月，然后就到了我的生日了。因为我是3月25，那就是1个月，大概1个月左右我就生日了。然后他特意叫着那个大姐大，还有我的就是特意叫着大姐大，还有他跟着大姐大好像就是给大姐大买机票，然后他也来了。来了之后就要给我过生日嘛。过生日其实是有几个就是有几个事儿的，就是第一个事儿就是过生日的时候正好是疫情期间疫情期间，然后这个疫情吧，当时其实就是出行也比较麻烦。第二点呢，就是当天是什么当天好像是什么节，然后他订了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大梅沙的那个什么大梅沙的一个游艇，要在游艇上过生日对。然后这个游艇我也没去过游艇，反正我就跟着去了之后，然后因为我特别喜欢喝香槟，就是那个巴黎之花巴黎之花，我不知道有没有懂的，就巴黎之花可能1000多块钱一瓶，
然后他准备了几瓶，然后又买了点什么火腿。火腿不是那个火腿肠啊，火腿是那个火腿啊，就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反正我们就在那个游艇上，然后大概是4、5个人，包括灰灰，我记得灰灰也在，我们就在游艇上喝着香槟，然后拍视频，然后聊天，然后就算是休闲嘛。然后这个过程其实因为当时就是在海上嘛，比较冷，当时我其实就有点感冒了，然后再加上我喝香槟吧，喝的比较快。我记得当时我俩单独去那个游艇的那个另外一层，我俩在那个游艇上，我俩在那块聊天说话，然后我的香槟喝没了，然后我就懒得过去拿嘛，然后我说你给我倒一点，他说我不给你倒，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嫌弃我？他是不是有点嫌弃我？然后但是他也没追究嘛。后来我们就说一起拍了个就是祝我生日快乐的视频，然后在那块玩了几个小时，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晚上的时候。就去我酒吧了，然后因为那天吧，其实他们来的时候，我正好，因为我刚开酒吧的时候，生意也不是特别好，但是里边有一个老顾客，是上一代的老顾客留下了。其实那个老顾客95、96年的，95、96年的，然后就是一个比我年纪还小的一个小孩，可能家里是富二代吧。长得也还不错，身材也还不错，然后就是知道我是新酒吧的老板，然后他就总来支持我，后来就对我有点好感。恰好那天呢，他也来喝酒，然后他又买了一瓶酒，1000多块钱的酒，然后我就在陪他喝酒嘛，因为你作为酒吧老板的话，你肯定得应酬一下嘛。结果这个时候正好那个影视圈的大佬就也来了之后就看那个人不顺眼，我不知道他是能感觉到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我们正常的也就是在做生意嘛，那你就喝酒嘛，那他就莫名的对那个人有敌意，然后就有点威胁，甚至有点不知道，还去跟那个小孩去喝酒，然后还就是因为他也喝多了，然后他就责怪我说你为什么不来我们这桌啊？为什么只陪那桌啊？那个人是不是追你啊？你是不是喜欢那个人啊？就开始耍酒疯了，就有点。我是第一次见到他这样，其实我没想到。然后那天呢，其实因为我们刚下船，好像就是有点感冒了。有点感冒了，然后我也非常难受，然后就是我还要应酬这些客户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他特别无理取闹，然后他无理取闹也就算了，然后他就是非得让那个顾客走。你们能想象吗？就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欺负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孩，然后人家来消费，人家买了酒，人家来消费，然后他这个时候就闹着让我给他赶走，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我就后来其实那个小孩就感觉到了，那个小孩就跟我说他怎么对我敌意这么大？我说没事。然后那个小孩后来就识趣的就走了。走了之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大概喝到了10点多、11点多，甚至更晚。然后就说一起吃个宵夜吧，结果我们就去那个大排档的路上，因为他吃这个小孩的醋了，所以他在路上他就拉着灰灰，他说灰灰也挺好的，就拉着灰灰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不敢得罪任何人，灰灰在我的酒吧里边他只是员工嘛，他不敢得罪任何人，他就觉得说怎么办，然后就求救的眼神就看着我，就说是大概的眼神的意思就是说
他拉我的啊，怎么样的？然后就是我心想就好幼稚，然后在路上一直在说灰灰真好，灰灰真好看，怎么样的，就故意气我。我会觉得很幼稚嘛。结果就是到了那个餐厅里边，还是在那块儿就是拉着灰灰在那说。后来其实我有一点挂脸了，但是我同时我又能理解他的行为，但我还是挂脸了。我说你别跟神经病似的，你要喝多了你就回去。反正我就挺凶的啊，我这个人就是完全就是强势的一个人。后来就是可能因为他看出我生气来了，他也就消停一点啊，就消停一点了。后来我就送他回酒店，然后好像，哎，这记太时间太久了，我就记混了。好像他紧接着他就，喝多了，因为我俩已经确定关系了嘛。我把他送回酒店，然后他喝多了，然后他就躺在床上，我就要走嘛。这个时候我都把他衣服都脱得差不多了，因为他要睡觉嘛，我就给他衣服就顺便都给他脱了嘛，怕他那个睡着了之类的。结果我要出门的时候，他突然就是身体堵住那个门，他不让我走。我说你干嘛？他说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走？我说不能。我说你都喝多了，然后我说你今天晚上跟个神经病一样。然后他就说那个就大概就不让我走，然后说那个咱俩确定关系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行为呢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说特别可笑，那个画面就是一开始在我面前就是特别温文尔雅，然后特别洋气，特别有那种气场的一个人，然后现在居然穿着内裤，然后堵着门不让我走，要跟我发生关系，就是跟自己之前就是他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对，就是你会觉得说也会能理解，但是就是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就是僵持了将近20分钟啊，僵持了20分钟。后来他还是拗不过我，我还是走了。然后那天我其实我没察觉到那天我为什么坚持要走，因为其实那天我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紧接着第二天其实我就发烧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发烧了，因为我躺在家里的时候，我第二天早上我就起不来，对，我就起不来，然后他就来我家里找我，然后我说我可能有点发烧了，他说没事吧，我说还好，他说那走，跟我起来。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到深圳，然后租了一个房子，房子里边几乎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叫我起来，其实是要求我跟他去宜家，深圳的宜家，想给我买家具。然后我就说那去呗，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啊，可能不是发烧，可能就是感冒之类的，但是确实已经有发烧的迹象了，浑身酸疼，再加上那个时候是疫情期间，我其实有点害怕，但是那个时候出门基本上都戴口罩嘛，我就戴了，我就跟他去了之后去宜家看了很多家具，然后也我自己舍不得，然后他就给我寄，他就说啊，你放心，这些我都我付钱之类的，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块拉着我去看所有我需要的家具，然后他也就是大概采买之类的，因为我们当天也不会拿着这些家具走嘛，就是会周一周二会配送之类的。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已经特别严重了，因为首先那个是密集空间，你不能摘口罩，再加上我发烧啊，就是鼻涕啊，就已经呼到嘴上了，你们能想象吗？就是因为
密集空间你不能把口罩遮下来，然后把撕下来，然后那个擤鼻涕，然后我又没带纸，所以那个鼻涕已经糊在嘴上了都已经，然后我就整个人就特别难受，我就想赶快的去室外，我能把口罩摘下来，我能擦擦嘴。然后他呢，就是一心沉浸在就是说给对象买家具的这个状态里边，所以他全程没管我。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特别难受，我说咱们快点选，快点选，我喘不过来气了。其实是鼻涕糊着了。然后出门就是他选完了所有，然后我们到出口的时候，因为要排队买单。我说这得买到啥时候去？后边一大场，就是所有的通道都开了，然后所有的通道都很多人。我说我已经憋得不行了，我说要不咱们就别买了。他说那个再等一等，一会儿就排到了之类的。就是他，这其实不怪他，就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其实是一根筋的一个人，就是他觉得今天应该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考虑突发状况，或者说他没有解决突发状况的一个习惯，所以他就会觉得你忍马上就到了，然后买完单以后怎么样，他就没有考虑到当下的我的一个状态嘛。后来我就自己冲出去了。我说你慢慢处理吧，我就冲出去了，我就开始清理鼻涕，然后清理鼻涕的时候，然后我整个人眼泪还有鼻涕其实都下来，然后他就看，他好像也没看着，或者说看见了，他觉得没什么，反正就我整个在清理的过程，我都是背对着他。我出来我说好难受，我说终于喘口气了。然后他说那些家具咱们在网上买也行，因为他记录好了，都拍照了之类的。他这个时候他说这个时候咱们干嘛去？我说回去吧，我也太难受了，我说我有点发烧了。他在路上他说然后紧接着他还在看手机，在看家具的东西。我不知道听到这儿你们什么感觉？就是我当下的感觉就是他是一根筋，他不能处理两边的事。然后紧接着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就是我都忘了，反正就是就很难受就很难受，我就想回家，他就不让回。后来我还是回去了，然后他晚上好像要去我酒吧坐一会儿，然后就想跟我多待一会儿嘛。然后我实在是起不来，晚上我也去不了酒吧，结果他就很难过他就很难过，他就觉得说，因为他第二天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今天必须得把家具都买完，所以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人，但是他不是一个细心的一个人。然后他第二天要走，他就觉得今天晚上咱们再多待一会儿，我想跟你一起待着。但是我真的发烧，我不夸张的说，我真的发烧了，就是因为在海边吹那个海风吹的。晚上我也没起来，第二天他是下午5点的飞机，4、5点的飞机，然后他早上11点多来敲门，想跟我一起吃个中午饭。我听见他敲门了，他也给我发消息了，他也给我打电话了，但是我没力气，就是我整个人就跟新冠了一样，就是浑身烧的酸疼，然后眼皮烧的特别疼，然后整个人起不来，然后也说不了话的那种状态。他就因为他打不通电话，然后他给我留言，他好像打通电话了，我说我不舒服，我说那个中午你自己吃吧。然后紧接着我就没力气，我就挂断电话，然后他一直在敲门，因为我们那个门吧其实是一个铁门，他一直在敲，咣咣咣。我真的没办法，我就对着我在卧室对着外边喊，我说你不要敲了，但是我发不出声音来。后来他大概敲了10多分钟，他走了，
然后他还给我留言，他还给我留言，他说那个我走了，门口给你带了点东西之类的。不夸张的说，他走了之后没有人敲门了，我真的觉得世界都安静了，然后很快就睡着了。我那段时间真的烧的不行了，很快就睡着。后来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其实后来吧，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后来就是我们也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分手之类的，没有说什么分手，好像后来是因为什么事儿，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他好像是想让我回北京，然后他觉得我这个酒吧肯定坚持不了多久，他就可能预料到我1年会回北京，然后我要回北京的话，他会把我就是让我去学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学院嘛。其实我这个上电影学院，其实这就是原本是他帮我计划的，只不过后来我俩分手了，就是我自己去完成了。一开始其实上电影学院这一条路就是他帮我铺好的后来他到了那边，然后我俩就聊，然后就他就一直在说那个你这开这个酒吧也没有时间跟我见面之类的。我说那我得奔事业，我说我不可能依靠你吧，我说我这个酒吧开起来，我起码我得做好嘛。后来他又想着说让那个大姐大，他想雇那个大姐大来帮我看店，然后让我轻松一点之类的，反正就是给我计划了很多。后来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因为时间太久了，可能我就发现不合适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觉得可能咱俩不合适，要不咱俩就分开吧。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觉得咱俩都是比较，因为我俩都是还都是事业型，还都比较强势，还都有点大男子主义，又都是东北人，就我俩也没发生过行为，所以也不知道那方面合不合适。然后综合来讲的话，又觉得性格太相同了。我就觉得他为我做的这些事儿，就是我曾经为别人做的那些事儿，就是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就觉得说这是最好的，我要给你最好的。我俩就完完全全一样，思维都完完全全一样，包括他就是什么撒娇啊，什么喝醉酒的那个状态，跟我其实也挺像的。所以我表面上我是觉得说他滤镜碎了，其实我更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俩太像了，我有点害怕都是这种状态，所以我就跟他提分手了。后来其实去惠州找对象，现在回来就想他了。图像是我不管你我继续讲我的然后后来分手了之后，其实但是他一直其实也没有说放弃吧。后来我们甚至又一大帮朋友去了成都玩，然后他也约我去，然后我俩也又见面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做酒吧大概做半年多了，然后其实遭受过很多失败，其实我压力非常大。我去成都其实也就是想散散心，结果他一直陪着，然后他陪着就是包括他说他订了，他跟我的朋友说他订了一个特别贵的一个酒店，但我不知道有多贵，因为我觉得那个酒店其实没那么好嘛。但是他说那个酒店非常贵，然后包括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他全程在陪着，然后他也不说话，他全程就是牵着我的手。然后那个时候也就觉得说，哎呀，可能也不算分了吧，也不算是分了。然后但是就是后来我们玩到后边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疲劳的状态，然后他就在沙发上躺着睡觉等我，所有人都看着一个老总在那等我，然后我就跟他们有说有笑的，包括一起吃饭之类的。后来到最后一天大家要告别的时候，我就抱着一个北京的一个拉拉的朋友，我就抱着他，
跟他告别嘛，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觉得好像这几天非常开心，然后如果跟他们分别了之后，我还是要回深圳去面临那堆烂摊子，所以拥抱的那瞬间我就哭得泣不成声。我就在那个拉拉，因为那个拉拉其实跟我也不太熟，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跟他拥抱告别，然后结果在他肩膀上就一直在哭，然后哭了一会儿，然后就松开，就是咱们各回各的酒店嘛。然后那天可能也有点喝多了，我也不记得了。后来据说我喝多了，然后这个大佬说那就睡觉吧，结果可能我喝多了，然后我跑到浴缸睡了一晚上啊。但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印象了。这个是大佬跟那个身边的朋友说的，说他大概是说百里啊，他就是不喜欢我，他哪怕他喝多了，他也不在床上睡，他在那个浴缸上睡了一晚上，他都不跟我一起睡。我觉得这个我挺过分的，但是我没印象啊，我没印象，我真没印象。反正后来其实包括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行为，没有那方面的行为，也互相有好感，但是总觉得太相同的两个人。再后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后来就是我北京的一个朋友过生日，然后我回去了，然后那个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对象是一个特别势利眼的一个人，因为其实我北京的那帮朋友其实都已经40多岁了，30-40岁的朋友，而且北京是一个多现实的一个城市啊，大家其实生活的又不差，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他们这个年纪在公司都算是高管的那种，或者说比较牛逼的人物，所以他们的酒局我去了之后，因为大家都比我年长一些，所以他们有说有笑的。然后我在那边，我只能跟一些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人就说笑。然后那个我的一个朋友就介绍这是他对象之类的，然后那个人就看了一眼我，然后就不太搭理我。就是我表现的挺热情的，也很礼貌，但是人家就明显就觉得说啊，你是小孩嘛，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啊。这个人就是做影视，也是做那个什么文化这块的。后来就是因为那天这个影视公司的大佬，他可能就是在工作完之后，然后他也来这个酒局，因为我在这个酒局，所以他也想来这个酒局。然后他这个没来的时候，这个影视圈大佬没来的时候，他们就说等会儿那个谁来。然后这个朋友就是做文化这个行业，就瞧不起我这个行业，这个女的一听他来就说，哎，他来啊，怎么样的，就是表现得很尊重。结果这个影视圈这个人一来，他就开始就是跟个就挺殷勤的，就是挺谄媚的一个状态，然后就一直在那块就是哈着那种。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影视圈大佬就坐在我旁边，然后也是全程我俩手牵着手嘛。然后包括就是这个影视圈大佬其实也不怎么熬夜，但是他那天也是陪我熬到了3-4点钟。然后那个人就看出我俩的关系了，然后又紧接着又开始跟我喝酒。我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好现实，就是如果不知道我俩有关系的话，他可能就是跟我浅浅的喝一杯就完事儿了。当他看到我俩坐在一起，然后又猜出我俩的关系的时候，就那个状态真的让我觉得前后也差别也太大了。
所以那个人我一直都不喜欢。后来就是我们3、4点钟结束了之后，然后他把我送上车，送到酒店，也没有想去发生什么东西，他也没有强迫我发生什么东西，但全程是他牵着我的手，然后把我送到酒店，那感觉其实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也一直在这段感情里来回横跳。后来再后来好像我就谈恋爱了。再后来好像我就谈恋爱了。我好像跟我们酒吧的歌手，我们酒吧应聘了一个歌手，这个歌手我特别喜欢，然后我就追求这个歌手，然后就跟这个歌手在一起了。他知道以后也没有生气，然后但是他就很伤心嘛。他就在那个酒吧里边找了一个包间，KTV 包间，然后就在那块唱我的歌，边唱边落泪。然后这也是我听别人说的，然后说那个酒吧里边那个 KTV 里边那个包间里边只放我的歌，然后那边的老板就在吐槽我，因为那个老板也追过我。就是他俩在吐槽中分析我，然后后来就对，再后来就是第2年了。第2年的时候，第3年了，其实已经第3年了。然后第3年的时候，他本以为就是我酒吧撑不到这么久，然后他其实没想到我能撑到2年左右。然后他就催我说你要不要去上学了？我说啊，上学是正经事儿。我说我想去，但是我这边酒吧实在是放不开。他就在实行其他计划，就说哎，要不要给你找一个管理人？你毕竟上学是大事儿之类的。其实我觉得他不光是想让我上学，另外一方面也想让我回北京。他觉得我只要回了北京，他自然而然能切断我所有的感情和生活啊。然后后来我还是舍不得放下这个酒吧。后来反正我又回了一趟北京啊，回了一趟北京。然后俩再聊天的时候，他就很好奇，就说你酒吧怎么撑这么久？然后我就说，其实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大哥给我投了钱，这个台湾大哥投了很多很多钱之类的。然后这个他听了之后，他就得出结论了，他说这个台湾的大哥对你怎么这么好啊？因为这个台湾大哥可能投了很多钱啊，我这个酒吧其实就他投的嘛，要不然我酒吧其实第1年就关了。他说这个台湾大哥怎么对你这么好？我说也是粉丝嘛。他说他是不是喜欢你？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点吧，啊。然后他就一下就明白所有了，他就一恍然大悟的感觉。他说怪不得你能坚持这么久，原来有人在给你托底，他对你这么好，他比我对你还好，他比我对你还大方之类的。反正就是他一下，他因为这个事儿他就产生退意了。从那以后就是我俩就联系的就少了，再加上那段时间我也通过直播也在讲这个故事，他正好在直播间里，他就听到了我的视角的对这些事情的理解。他就跟我聊过一次，他说原来你心里是这么想这段关系。他也觉得他的状态或者说他的方式可能有一点点强势之类的，他可能也忽略了我一些东西。但是我说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这个人太会谈恋爱了，而你不会谈恋爱。就是这个影视圈大佬一直都是按照自己的状态，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谈恋爱，但其实恋爱应该是投其所好
比如说我喜欢谁，我会了解他真正的想要的，或者说他习惯的，或者说他舒服的一个状态。他是因为我觉得他就属于一个恋爱菜鸟，他不知道该怎么与人在恋爱里相处啊，所以他就一直都不会。我说很简单，我说但凡咱俩有一个人都主动开始，就是说无论怎么样合不合适，先把那啥做了呀，对吧？你先把关系，就是先把这个事儿办了，办了之后，可能就是两个人就靠近了。靠近了之后，其实再去谈情说爱，你不要先谈情说爱，然后就是让我表现出我有多爱你。这个其实我对你得先有身体上的接触，然后两个人自然就贴近了嘛。我说你要喜欢这个人，你先往上砸钱，对不对？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你不能说什么都没发生，然后你让我像你那样爱我，对不对？就是你不能要求，就是没发生的事儿，你不能去寄予太多的那种幻想。恋爱是谈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你不能什么都没发生。而我就觉得说，我就把我心里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可是如果你要是没有那么喜欢我的话，我就不想耽误你。我说那无解了。我说因为在感情里肯定有一个人更喜欢对方。我说这段感情里，我觉得可能一开始我是喜欢你多一点，但是后来可能是你喜欢我多一点。你如果说希望这感情是一个均衡的状态，我说我达不到一个均衡，因为一开始是我主动，现在是你主动。我说那就怎么可能均衡呢？我俩到最后也没谈出个结果。后来我再加上我这边也谈恋爱，后来就一点一点的就没接触了。再后来他就跟北京的一帮朋友，北京的朋友就说，哎，你跟百里怎么样了呀？啊，你跟百里怎么样了呀？然后他就说没可能了，他在深圳开酒吧了，他也不回来了。然后他有一个什么台湾的一个大哥给他投了好多钱之类的，人家大哥对他非常好，他现在衣食无忧，他也不会回来。就跟我北京的朋友说了这么多，然后我北京的朋友就觉得说，我操，百里屠夫被包养了，但其实完全没有这么回事，就是在他的视角，他可能就觉得说，百里屠夫现在又有爱情，然后又有人在背后支持他，人家又对他很大方，他肯定不回来，所以没希望了。他并不是想说我现实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的朋友们就听到了，就是说百里屠夫飞黄腾达了，就是现在已经就有人托底了，就是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反正就是他就跟别人这么说，在他的视角里是这样的。后来一直我们其实还联系着直到就是后来我跟小大夫第一次分手的时候，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一点，就我跟小大夫分手其实是因为我的酒吧就是被别人查了，就是因为我是做娱乐场所的嘛，然后再加上是圈子里的这种酒吧，所以对这个可能在这个城市来讲的话，可能是不太允许的反正我在我们那个区域，我开了一家新酒吧就被查封了，然后当时我就想疏通关系嘛，这个很直白嘛，对。然后我发现我因为谈恋爱，我因为跟小大夫或者说很明目张胆的去公布我的恋爱，导致了我的所谓的投资人或者说我背后的一些有势力的大哥，基本上我们都长时间不联系了。我也疏于去跟人家互动或者说来往走动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我有点太自以为是了，我完全忽略了旁人的角度，然后就觉得自己有事业啦，然后有爱情了，然后我就幸福，然后昭告天下。但其实我没考虑到其他人的看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点得意忘形。后来就这样，我一步错步步错，我不光是那间酒吧关了，同时我开了3年的酒吧我也关掉了，最后。就等于说2024年的5月份，我是2家酒吧全关掉了。其实有一家酒吧我还是可以不关掉的，我还是可以不关掉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一点，我说我为什么在5月份要关掉？因为6月份北电考试。所以我就说那关掉吧，然后当时我还不好意思，就是说找这个影视圈的这个大佬，因为也是突如其来的，就是用到人家了，但是后来还是就觉得说低一下头吧，因为我现在的最好的出路就是上学嘛。后来我就找到那个大姐大。我就找到大姐大，我说这个时候我要不要跟那个我想去上学，我要不要跟那个谁谁谁联系一下？他说，那你回来北京不要太刻意，然后就安排一下，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所以你不能太明显的就是用到人家你再去联系人家。然后我就说这很难，因为我是一个直来直往的人，然后我们也见面了。见面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啊，那个我酒吧那个打算关掉了，我说我想回来上学。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影视圈大佬就眼前一亮，说是吗？可以啊，可以啊，上学是好事啊之类的。然后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说，哇，他还蛮长情的。然后我就说那我回来吧。回来，然后就跟他聊了就他就说没问题，我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因为北电的考试其实非常难，因为他也上过这个他也上过这个学校，他也上过这个进修班，他跟我那个师哥他俩是同一届的，所以我这个师哥就那个程程打野，他也认识这个人，所以我们就初步达成，就是说要上学这个事儿了。但那个时候我依然不知道怎么跟小大夫说，就像那个绿豆一样，其实我不知道跟小大夫怎么说。但后来我跟小大夫也总吵架，所以也就没跟他说太多，就像剧里一样。有一次就是这个影视圈大佬，因为他们公司有很多的项目在深圳。所以他正好来这边出差，然后他约我一起吃饭，然后我就请他吃了个饭。后来吃完饭以后，我就因为我开车嘛，我就把他，首先我先去接的机，然后后来又去请他吃饭，然后又把他送到酒店。我们在那个酒店的大堂又聊了会儿天儿，他大概就给我讲了说考试的内容是什么，押题怎么押。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就说，所有的老师是喜欢自信一点的，还是喜欢张扬一点的？不是喜欢自信一点的，还是喜欢谦虚一点的？然后他就给我答案，然后就包括他说他考试的时候都考什么了，我就大概就了解了。了解，其实我就觉得我很向往上学以后的那个课程之类的，所以当天晚上他就说，晚上要不要就不走了？我说不行，我说我现在有对象。后来我还是走了，然后俩人也啥也没发生嘛。然后他也说那好走吧，就之类的。两个人也就是很理性的去处理这个关系。后来我就去北京去考试去了。我就去考试去了。不是是考试去了。考完试以后呢，其实我就在等成绩。为什么？因为这个考试其实很难，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考试其实挺难的，再加上吧，就是因为。我忘了不是，在考试之前我俩就吵了一架啊，我这有点讲串了，因为太久了啊。马上要考试了，然后在考试之前，我就加了那个报名处的一个招生办的一个老师的那个微信，然后我就问那个老师，我就说那个报名的流程啊，考试的那个大概注意事项啊。我说什么时候出成绩啊？我就问了一下，我说是不是只要报名成功的人，就是考试基本上都能过？因为其实我们在等这个报名通知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等了很久。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报名的过程当中就会刷掉一些人。但是其实我就完全理解错了，然后我就特别慌嘛，因为我很多年不考试，而且我考试焦虑症，反正就这个，我就大概问了老师很多问题，然后我就，老师就帮我解答嘛，老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不是你想象的这种。然后后来我也没听懂，然后我就又问了一下这个影视圈的这个大佬，我就说，我问老师这些问题，老师回答是这样的。然后他就突然就非常生气，他说，你干嘛跟他们问这些问题啊？然后我俩就吵起来了。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些问题你就不应该问，就是不应该问这个老师嘛，你就正常的就等这个消息就好了。而且就是说，或许他已经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处理方式。我说那因为我不知道啊。他说你什么都知道，其实你问这个话，你就是反而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说什么玩意儿啊？我说我是真的不知道。他说那你不知道你问我呀。我说你天天开会啊，天天飞呀，我怎么问你啊？他说那你也不能就是自作主张，你百里屠夫你什么都知道，就一直在给我扣帽子，就是说百里屠夫你其实人精一样，你什么东西你都经历过，这些东西你都经历过，你今天之所以去问老师这个怎么样，你其实就是耍小聪明。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小聪明是什么，反正我俩就吵起来了。我说你不要总按照你，因为我聊到现在我都会觉得说他是一个比较按照自己思维模式去做事情的一个人。他有一点点就是可能他身居高位啊，他可能也会有一点点执念之类的，反正他就完全误解我了。他就反正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非常鬼马机灵的一个人。对，然后他就一直在给我扣帽子，他就觉得说我什么都懂，就是太聪明了，反而就做出这种事儿。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我就说你到现在你都还是这样。我说咱俩为什么没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个，你永远就是按照你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你永远按照你的思维去把我想成你想的那种，你不知道我喜欢什么，然后你就按照你喜欢什么去给我什么。然后我就说怎么样，然后他说我不跟你吵。我说凭什么你不跟我吵，我就不吵啊？我说是你先跟我吵的，你先误解我的，然后你现在不跟我吵了，你就拉倒了。他说我现在要那个开会怎么样？我说凭什么你开会我就不能吵啊？然后他就说你那个什么，大概的就是什么我白眼狼什么那个，反正就说那个我不懂事儿白眼狼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头雾水，被他骂的一头雾水。他其实也没骂我，他就是我俩就是在那块拌嘴。然后后来其实我也就是习惯的跟他拌嘴。后来他直到骂我说我什么白眼狼啊之类的。对，他说我白眼狼，然后我就真受不了了。我说你自以为是怎么样？我俩就特别幼稚，你知道吗？我俩特别幼稚，俩人就在那个微信里边就说，还是打字说，就后来他就把我拉黑了。
他就把我不是拉黑了，是那个删除了，对，他就把我删除了。然后我就给我气的，你知道吗？我这种人，我操，谁他妈把我拉黑，我就得气死。我就说他妈的，我没拉黑你，你拉黑我。然后紧接着我就看到那个好友验证了嘛，他说我不管你了，那个什么白眼狼之类的。然后紧接着我就加他，就是我也没让他加我，我说你不用加我，我就跟你说一句话，我说活该你没人喜欢。我这句话太狠了。我说活该你没人喜欢。我说因为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喜欢，你根本就不懂与人相处。我这句话说的巨狠，我发过去了，然后我也把他拉黑了。我也把他拉黑了，到现在我俩都是拉黑的状态。哎呀，后来我就硬着头皮去考试了。考试那天，因为我没有人给我兜底，就是我觉得考试是一种状态。如果说有一个影视圈的大佬在那，就是在背后就是支持你的话，你是自信的。但是没有人支持我，然后我一个人去考试，然后考试当天有很多考生，然后气压特别低，就是那个考试现场，我整个人，因为我从小就怕考试，我考科目一我都发抖，就是驾照的科目一我都发抖，我整个人我就喘不过来气了。但是我要跟别的考生不一样，因为其他考生也吓得不行，我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那天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因为都是问答题嘛。都是问答题，都是那种就是什么看电影去分析啊之类的，然后包括对自己的一些经历的一些阐述啊之类的，反正就考验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和想象能力。我们这个考试主要是这个。然后因为我其实是不自信的，所以我不自信的时候我话会非常多，然后但是我的理解能力和想象能力是非常高的，但是我那天话确实特别多。老师在跟别的同学说话的时候，我也在举手，我在发言，就导致了老师说了一句说，百里同学你要说呀，你先等一会儿，让其他同学说一说。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完了，我像个现眼包一样，我就心里没底了。然后我们6月份考的试，7月份出成绩，我整个人就慌得不行。我觉得，如果说当时我不跟人闹掰的话，或许还有希望。现在我觉得没希望了。后来得到消息，我果然是没考进去。没考进去，我其实很失落。然后酒吧就彻底关了嘛，酒吧就彻底关了。大概出成绩之后，我就觉得说我酒吧我已经干不下去了。之前还零零拉拉的在接一些散客，2024年然后但是知道考试结果的时候，我整个人心态就完完全全的崩了，然后酒吧就彻底关了。彻底关了之后，我跟小大夫就想着说，那从头开始呗，那就从头开始呗。反正那个时候我就打算就是说做那种装修的博主，然后我就打算买个别墅，然后就跟小大夫做那个装修视频之类的。后来没想到小大夫他也不想做视频类的东西，所以我俩又出现了矛盾，然后总吵架总分手。后来因为总吵架总分手，我就决定说明年还是要去学校，对。然后再后来2025年的2月份，我跟小大夫提出分手。
然后提出分手之后，然后我就好像是4、5月份我就2月份提的分手，4、5月份我就去了北京，然后我就在准备考试之前，因为我又报了就是我2025年又报名了嘛，然后我就报名了，报名了之后很忐忑，还好今年是过了。过了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过了之后啊，我记得那天好像是我在车上，我就在听一首歌叫《一念》，就是那个《步步惊心》的那个片头曲还是片尾曲，什么《一念执着》吧。就胡歌唱的那首歌，然后我就一直在听那首歌，然后我脑子里全都是这个影视圈的大佬，然后我就很伤感，我就在想说，如果说我们能再见一面就好了。但是其实我在来考试之前我就知道他谈恋爱了，因为北京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说他谈恋爱了，然后找了一个小胖子，然后都在跟我吐槽说那个小胖子不如你怎么样的，我说别这么说然后我就知道其实我俩就是因为他谈恋爱了，而且据说他对这个小胖子特别好对这个小胖子特别好，他俩没事就一起出去玩，然后说这个小胖子非常有心机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说那就没有想过再怎么样。但是后来我觉得说，如果说我要来回北京的话，我觉得我们早晚会见一面，我觉得我们早晚会见一面，但是不是刻意的去见面。那天就是我坐在车上，我就想起2个人一起经历的画面，然后我就特别伤感。我觉得好像我错失了一个对我特别好的人，因为自己的强势、自己的任性、自己的敏感、自己的傲慢、自己的狂妄，反正我就错失了一个对我非常好的人，可能以后我会后悔的一个人，但是就没办法后来我就拍戏了嘛，拍戏，然后我也想着说，我那个时候拍戏的一个信念，我就说好好做这部戏，然后争取再让他看到那个，对，就是让他，因为他曾经是看我芝麻，然后包括我拍绿豆的时候，他也一直在赞赏我说赞许我说这个绿豆的镜头拍的有多进步之类的。包括这一部，我觉得他看了以后，他也会默默的把它全看完，他也会追这部剧。我觉得说以另外一种方式跟他互动嘛，现在谁也不好意思加谁嘛。后来我拍完戏之后，我那个影视圈就是那个我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大姐大的那个朋友，然后我们也碰面了。我说那个这次上学的一些感受，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见一下那个影视圈的人？我说不用太刻意，我说早晚我们会见面，不要太刻意，不要太功利的那种见。反正我现在已经就是上了这个学校，我觉得有缘自会相见我说现在主动去找人家也不太好或者说也确实觉得很尴尬。就如果真有缘分的话如果真有缘分的话就还好。后来他就把这个意思传达给那个影视圈的大佬，然后影视圈的大佬就是听了以后，他说就跟那个大姐大说对，有缘自会相见。对，那个影视圈大佬也知道，就是说我来了北京，也知道我上学，然后也知道我的一些近况，然后也知道就是说我们提及过他的意思也是说肯定会再见。但是我以为我在这个学校会上学，然后会上1年，然后
可能1年之后，他跟这个小胖子可能会分开，或者说就算不分开，我们也会因为一些聚会啊，或者说一些饭局啊，我们会碰到彼此，或许我们还会有一些羁绊，或者说有一些可能性，或者说有一些恩恩怨怨，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2把刀。就是没缘分，2把刀截胡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2把刀，然后我真的觉得这是命吧，对，对啊，就没想到杀出个2把刀啊，然后我彻底断了这个念想，就是我彻底都，我就觉得说，靠自己吧，2把刀也不希望我跟他见面之类的，对，所以就再加上这个，其实你上了这个学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课程其实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所以后来我也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北京，我这个课也没去上所以万般皆是命这个真的是。所以就当朋友，我觉得朋友都不一定是了吧，因为2个人没有没有微信，然后我就觉得说2把刀其实我觉得2把刀不希望我跟他有联系，对，不是正缘，对，就是永远在错过，永远就是2个人会有点别别扭扭的，永远是别别扭扭的，但是我现在想起这个人，我依然觉得他很优秀，我依然觉得他很优秀，我觉得当下是最好的安排，不是最好的安排，其实是你当下的选择就是你的选择，你当下的选择就是你就是你当下的选择，就是这个结果其实就是你选的，你无论你承不承认，这就是你选的，没有人逼你把这个结果变成这样，其实就是你潜移默化或者说你的本能去选择的一条路，所以就是这就代表就是我俩一直都不适合，只不过就是可能2个人确实心里会有彼此，但是可能他更多一点，我更少一点，而且就是确实我这个人可能面对我这人有一个臭毛病是什么？在我面前越牛逼的人物，然后越有钱的人物，越强势的人物，在我面前我越不去尊重，就是我可能骨子里的自卑，让我在这些人面前会有一些无理傲慢，所以这是我后来我就发现我绝对当不了小白脸的一个主要，对，就是我不是一个我不是一个顺从的性格，面对强者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就是要强，对，这就你不能说因为你优秀然后你就可以驾驭我，这是我最讨厌的这种感觉，所以越优秀的人在我面前其实我越表现的不太会好相处，对，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这是骨子里的自卑，所以这个我没有办法，其实我这是讲的第2个优秀的人物了，你们听到的，但我确实是会错过这些人，不惯着，其实就是自己的性格缺陷这个我不得不承认。就回到一个最初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人物？我承认我当时是非常喜欢的，但是我这个人太事儿逼了，我太敏感了，就是我一开始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人，甚至我很难得的我去主动一段关系，我几乎在感情里边很少主动我几乎很少主动，但是这段关系是我主动，然后但是又是我主动拒绝的，或者说就是
就是推开的，所以我是一个难搞的人，这个不必去，对我也不必为自己辩解，确实是这样，好了，希望我的故事没有影响到另外一个主人公，然后也不希望就是大家追问他是谁，就是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但是他不是一个高调的人物，他也不是说在这个圈子很有名气的一个人物，对，好，接下来还有现在是12:44，接下来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跟大家说过，我好像一生当中有5个牛逼的人物，对，我一生当中有5个算是比较有能力的人物跟我产生了感情纠葛。接下来我们来讲的是服装大佬的故事。这个服装大佬的故事其实我也讲过大家要不要听别的？大家想不想听台湾大哥的故事？就是你们想听台湾大哥的故事，还是想听这个服装大佬的故事？你们想听哪个？我再讲一个你也台湾的，服装的台湾的，来，服装的还有没有？台湾的服装的好，那咱们现在是服装比较多。服装这个其实我讲过，然后他偶尔会来我直播间，他叫这个服装大佬叫那个，他叫啥来着？哎，他叫啥来着？就是你们经常看他来我直播间的那个叫啥呀？那个服装大佬叫啥？抽支烟，半支烟他叫半支烟。对，半支烟，对。你和他的故事，半支烟就是讲半支烟的故事。半支烟的故事其实我也总讲，而且他总来我直播间，我其实也这个就快速的，因为我们讲完这个故事，再讲一个台湾大佬的故事，最后留一个酒吧老板的故事，好不好？酒吧老板的故事咱们明天讲或者以后讲。我快速的讲这个服装大佬的故事，但是这个服装大佬的故事也很精彩，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就是我觉得这个服装大佬这个人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跟这个服装大佬认识的时候，其实是很早期了，是在16年左右，16年。我跟他认识是16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粉丝，然后他做那个直播，他让我来跟他连线，给他捧场。然后我来这个直播间以后，就有一个人疯狂给他刷礼物，这个人就是服装大佬。然后这个因为我是这个粉丝主播的偶像，所以他在连线的时候就一直在夸我，就说那个他是这个是我一个偶像，然后我之前看他直播，然后他是那个出了歌，然后现在又在那个就是又写歌，然后唱歌又好听之类的，然后出了唱片之类的，然后就在直播间里一直在夸我嘛，然后我就在那块陪笑脸，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服装大佬一直给这个粉丝刷礼物，然后看着就刷了不少，一天能刷几千块钱的那种。后来我下了播之后，因为我那个时候直播其实就到了低谷了，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我整个人心态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就直播到了低谷。然后等我下播之后，那个服装大佬就私信我了，就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那个下播了，我说对的，他说那个听说你是搞音乐的，我说就是出了几首歌而已。他说你会写歌，我说对。他说那能不能听你唱唱歌？然后我说那我现在那个没怎么给你唱啊？他说那你能不能就是直播的时候叫我，然后我去听你唱？
我说行，后来我就直播就是唱歌，然后他就来听了，他也给我刷了点礼物，然后他私底下就联系我，他就说，哎，你的歌挺好听的，能不能我买你几首歌？我说行啊，但是我说你买哪首？因为当时我出了也就4、5首歌，啊，3、4首吧，4、5首。我说你买哪一首？他说都哪一首卖啊？我说大概哪首？他说多少钱呢？我说我没卖过歌，我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当时我就想出2万块钱，就是我说2万块钱，然后怎么样？但是他紧接着他又不买了，他说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他说能不能邀请你去中国好声音去比赛？我说什么意思？然后他说那个他们是一个就是他们是一个娱乐公司，然后呢他们之前想培养一个小孩去中国好声音，关系都已经打通了。因为中国好声音其实大家知道，中国好声音在海选的时候是要花钱的，这个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知道啊。至于说电视上花不花钱我不知道啊，有没有内幕，但是据他所说，就是在海选的时候，当地的举办方是要收钱的，能保你过海选。然后他已经就是找了那个就是相关的人，然后准备花100万让一个小孩去那个参加，结果呢这个小孩临时不去了，所以空缺了，问我有没有兴趣，他诚意的邀请我补这个位。我当时就想说骗子就是因为那几年其实中国好声音挺火的，你知道吧，就是大家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你就算是给别人刷了几千块钱，我这个人是一个出身特别比较普通的家庭，我是防范心特别重的一个人。哎，你说什么中国好声音我就信呐，这明显就是骗子。可能到时候什么报名费啊、服装费啊，然后坑我一笔，然后他消失了，我就觉得说这肯定是骗子嘛。然后他说那个咱们能线下见一面吗？咱们能线下见一面吗？我心想他妈什么事儿都没谈呢，就要线下见面。我说我不行啊，我这个平时也没时间过去怎么样的。他说那能看看你皮肤吗？我说怎么看皮肤？他说咱俩加个微信，后来加了微信，然后他说你能把你的皮肤拍下来吗？因为我看你直播的时候你有痘坑。那我说你想干嘛？他说如果说你皮肤不好的话，你现在就得做形象管理。就是整个就是特别梦幻嘛，就是你就是这些东西是剧本都写不出来的，因为它真实的发生了，而且你会觉得特别离谱、荒唐，没有章法的这种聊天儿。他说你拍个那个脸上的那个特写之类的，我记得当时像素还没有那么好呢，可能就是16年的时候像素还没有现在就是几个摄像头的那种啊。然后我就拍了之后，然后他说怪不得你这个脸的痘坑和那个痘痘比较多，然后他说你得做形象管理。我说我哪有钱？他说你这样，你不是不信任我吗？那我现在在当地给你找那个皮肤管理的那种美容店，然后我给你付钱，你自己去。然后我就将信将疑我就去了之后那个美容店的那些，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美容院的那帮女的就叽叽喳喳的，就说哎听说那个你要去中国好声音啊，怎么样，就开始就是围上来就跟我聊天之类的，然后边给我做脸边跟我聊天。后来就做了几次脸之后，然后他说那个你去北京一下，那个我说干什么？他说你去北京学一下声乐，你马上要登台了，你得就是学习，就是简单的学习一下，起码就学个十节课的声乐之类的。然后他又给我订票，然后去北京，然后
当时又安排了，当时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中国内地音乐有一个叫老猫的，就是伤不起，就那个 rapper，就是那个老猫，就是他挺多歌的啊，老猫就是那个，然后又找了什么谁的前经纪人，又找了什么制作人，然后又怎么样的，哎，然后就找了很多就是特别老派的企业，中国内地比较 low 的一些所谓的音乐圈的人，拉了一个群，然后形象群、音乐群、作品群、什么身材管理群，反正就是有好几个群，然后就针对我弄的啊。然后紧接着我就去北京，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吵架了。为什么吵架呢？就是我去北京之前，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跟 Q 先生在一起了那个时候我心里已经有 Q 先生了，然后 Q 先生好像曾经带我住，就是他曾经给我订了一个酒店，是那个大概500-600块钱的一个酒店，现在在北京还有，好像叫长富宫500-600块钱的一个5星级酒店。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去北京上课的时候，那个你得住酒店啊。然后他就给我订橘子水晶，然后我一看价格也是600-700块钱，比我那个酒店还要贵，然后又条件也没有人家5星级酒店好嘛。我就跟他这么说，我说那个老板，我就叫他老板了。我说老板，那个去北京的话，能不能我找酒店啊？他说为什么呀？我就跟他实话实说，我说因为我曾经住过橘子水晶，我没有住过北京的，我好像住过其他的，我就知道橘子水晶其实是一个挺不好的一个酒店。我不知道你们在北京，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橘子水晶的不太好的一个酒店。然后相反的就是那个长富宫，它是5星酒店，环境也比较好。哎，我就说同样的价格，我就订5星级酒店呗。然后这个老板就非常生气，他说：“你这还没红呢，你就想住5星级酒店？”我说不是那个意思，我说那个就是同样的价格订5星级酒店不更好一点吗？对不对？然后他说：“你这个态度就不对。”然后我俩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有点小拌嘴，就是我就觉得说这个老板，就是他必须得按照他的那种，对，就是掌控欲啊，就是我这种态度不好，是你现在还没红呢，你就要住5星级，你要红了你想住几星级？我就觉得我就有点哎呀带钩似的，我就聊不清楚。后来我就跟他就是因为我这人脾气也暴，我就唧唧歪歪的我跟他说话，对，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包括每天早上他每天早上还那个给我发那种就是晨报就是早上他会给我发一些晨报，那个晨报包括国家的一些事儿包括那个经济的一些事儿什么国内外的趋势他就会比如说今天有什么新闻，他就会一个晨报每天让我看，我心里我就会觉得说就好奇怪呀。后来我就最终我也没住上那个5星酒店，我就住那个橘子水晶嘛。紧接着然后我就去北京上课了嘛。然后当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跟我回家的时候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演员叫 Toji， 那个台湾的演员 Toji 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那个杀破狼的那个组合的大陆的经纪人。所以呢就是那个 Toji 然后就我去北京的时候就给我做了那个助理，就相当于是我的经纪人助理之类的。然后那个我一方面有个小助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得去那个上课。结果我上课是在通州的一个地方上课是通州的一个地方上课。然后呢我去通州了之后呢，
那个上课的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地方，而且那个老师吧，一看就是 gay， 而且感觉也不是特别专业的一个人。为什么他不专业呢？他就教的那些东西吧，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学过。然后呢，紧接着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音乐老师都会，声乐老师都会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是他们喜欢打压别人啊，他要喜欢打压别人。这个 Angela 我觉得你也有点问题，就是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你把嘴闭上，你不了解细节，你就听别人说，好不好？然后呢，就是这个声乐老师的时候，声乐老师在教课的时候，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他就说教我发声嘛，教我发声，然后他就说，就是教我怎么唱嘛。其实我也学过嘛，但是我也是在听。但是他紧接着说一下，他说，其实现在中国很多的歌手发声都是错的，比如说张靓颖，比如说杨坤。比如说谁，反正就大概我就记得张靓颖和杨坤就被他指出来了，就说他们的发声是错的。我心想他妈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在那块点评人家的杨坤和张靓颖啊？我说杨坤也就算了，张靓颖哪儿发声有问题啊？而且就是你他妈声乐老师，你是发声是教学是对的，但你他妈红过吗？有人包装你吗？我心里就会有这个问号，我就觉得这什么破团队呀，包括什么老猫啊，什么就乱七八糟的。还有最可气的那个时候，还有那个就是我参赛的曲目叫《救赎》，他们拿到《救赎》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编曲很土，然后就他们要改，结果我看那个改编曲的那个人是之前给毛宁做编曲的人。毛宁都是什么时代的人了？毛宁都是在80、90年代的一人。我说他们改完能听吗？而且我觉得救赎那个编曲吧，你稍微改一改就行。结果我就这些都加起来，我就觉得这个团队非常的业余，非常业余。我心里就是已经产生退意，对不对？你这个又批评那个什么，批评人家什么张靓颖、那个杨坤之类的。然后我就上完课我就出来了，我心想什么破玩意儿。然后紧接着约着第二天，就是有一个摄影师给我拍宣传照，这个摄影师一看也是 gay， 而且呢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那你想想那年其实我也已经25、26岁了，而且我也有一定的阅历了。我一看这帮人就是觉得乱七八糟，我又欣赏退役了。北京这么多 gay 吗？我讲到后边你们就知道哪个事儿了。我继续往下讲啊。后来呢，第二天我们不就要拍那个宣传照了吗？他就是这个服装大佬呢，就让这个 Toji， 我的那个经纪人助理，就说带我去三里屯去买拍摄的衣服。这个 Angelababy 你能听就听，不能听滚出去。我就发现你这种人就是特别的贱，你要听你就听，不听你就滚出去。现在你也别耽误别人听，好不好？你要听你就听，你不听就滚出去，你别耽误我，好不好？你不听别人还听呢，逼逼赖赖的，我不知道你这30多斤你怎么生出来的啊？我接完讲你现在还要说你就赶紧说，你不说你就滚，你不说我就说，你要说的话我就把你踢出去，说不说？等你呢，我就特别讨厌，就是我讲故事的时候有人逼逼赖赖的，不说了是不是啊？不说你就记住了，把你的死嘴给我闭上，不要逼逼赖赖的。要不你开个直播你说，别耽误人家说，明不明白？别跟那个贱货似的别人非得骂你。好了我继续往下讲你不学别人还学呢，对不对？
跟个神经病似的。多大岁数了？我看看，看他资料，42岁了，这么贱呢？42岁学不会闭嘴吗？好了，继续往下了啊。讲到哪儿了啊？讲到买衣服，结果呢，就是拿了点钱，然后就是让我买衣服去，啊，让那个经纪人带我去买衣服，在三里屯给了3000块钱。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三里屯其实衣服不算特别贵，但是也不便宜。三里屯其实它的物价，我跟大家怎么说呢，就是有点那个时候流行谁呀？流行那个余文乐的那个品牌。余文乐的品牌就是那个时候余文乐不是穿那个就是类似于工装裤，然后流行那个绿色的工装裤，基本上所有人都这么穿啊。那个时候余文乐就是属于包括陈冠希他们穿衣服风格就是被大家模仿，所以我们就台湾的那个经纪人啊，就是带我去那个余文乐那个店，然后逛了，买了一条裤子1500，然后又买了一双鞋，也好像我忘了多少钱，反正就是直接就是没买完3000块钱没了，就是因为它太贵了，一个裤子可能1700、1000几，反正就是大概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短袖。一个鞋一个裤子，也没想多买，结果一两个单品就没了，这个钱没了之后，就是我们都特别尴尬嘛。我就在想，我说那个时候我跟这个老板吧，有一点点争执，我就说这个时候找人要钱我也不好意思要，然后我说那个经纪人，我说你找他要吧，我说我怕他就是多想。其实那个时候就有点敏感了嘛，结果那个台湾的经纪人就找他要，确实，人立马就可能觉得我们在坑他钱，但其实三里屯的消费就那样啊，就是有没有在北京就知道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价，那一个裤子就是1000多块钱，你拿3000块钱让我买一身衣服，然后去，而且就是就是你拍那种宣传照，你还必须得有那个造型，或者说有那种设计的衣服，是那种潮牌，你才能，你不可能穿个优衣库你去拍那个照片，对不对？潮牌就是那个价格。然后呢，找他要钱，然后结果他就不愿意了。其实因为不是我找他要的，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就是看那个偷鸡，就是那个台湾经纪人就灰溜溜的就过来了。过来之后我说咋的了？他说感觉他有点不高兴了。我说没事儿。紧接着然后我就收到了一个消息，我就收到了那个摄影师的消息。摄影师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摄影师说怎么了？我说啥怎么了？他说你们的群退了，就是你们群撤销了。我说什么群？他说摄影群那个取消了呀。然后我就看其他的群，包括形象设计群，包括什么声乐群，包括什么制作群，咔都那个解散了。然后所以就是这个摄影师就问我说明天咱们还拍不拍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然后紧接着我就联系这个老板，这个老板就把我拉黑了。然后涛记也是一脸懵逼，我们就有点懵逼的那种状态。我说那可能就不拍了呗，拍我说走就完事儿了啊，就一声不响的就是撤了。撤了以后我就打算就是说算了吧，就反正自己也没损失什么，对不对？那你就走呗，你就回去呗。回去就觉得说可能自己又作没了啊。再后来我就回去了，生活又恢复到平静了，然后又开始直播。直播的时候我就在那唱歌，唱完之后，然后又有个人私信我，我一看是他，图图，你最近过得好吗？
我说挺好的呀，哼，就是他在那个私信里边，就是因为他跟我微信已经拉黑了嘛，或者删除了，他是在那个就是直播间的那个私信里边就跟我聊，他说图图最近好吗？我说挺好的，哼，我就这心里有点不耐烦嘛，我就觉得这个人又干嘛？他说这段时间我反思了一下，我觉得我确实做的不对。我说你没不对啊，可能也是我把握不住这个机会吧。就我心里我就在想，这个人又有什么花招啊？是不是之前没骗着钱呢之类的？然后他紧接着他就说，那咱俩能把微信加回来吗？我说可以。然后他紧接着他就说，还是想让你去那个参加好声音。我说我就不去了。他说你是不是不信任我了？我说没有啊。他就变得异常的温柔了，他就特别温柔。然后他就说那个想跟你面对面聊一下。我说我不去。他说你来吧，机票什么我都给你出好了，那个你就过来吧，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你怎么样。然后我说我为什么要去啊？他说因为这关系到很多的项目的一些问题，还是希望你能来。他说我就在某某城市，就是山东的一个城市，然后是在，我就直接说吧，在济南，我就在济南，然后你就来，然后你放心怎么样？我说那你把你的身份证发过来。我说我都会用这招嘛。我说你把你身份证发过来，如果说我这边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这边方便报警。他就发过来了，就是，但是我没想到，就是我确定这是个骗子，但是没有，他发过来了，身份证发过来了。紧接着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在一个饭店的，就是在一个酒店的餐厅里边，好像是个4星级还是5星级，反正就是他在餐厅见的我见到了一个戴眼镜的，然后一个胖胖的，然后是45左右，反正就是因为他有点少年白，他跟我一样，他少年白，看着就有点像50多了，其实他才40多。然后他就跟我聊天，边吃饭边跟我聊天。他说图图终于见面了。然后他是那个我不说他是哪儿人了，反正他说话有点方言。他说图图终于见面了。我就坐下，然后我俩就吃饭。他说他说那个消气了没有？我说我没什么生气的呀。我说就无非就是说你突然就撤资了，我觉得这是你的自由嘛。他说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说你既然跟我说实话，你能答应我，你不要骗我，就是你把你真实的情况都说出来。他说好。他说他其实是做服装的，但是呢他们想尝试做电商之所以去搞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这个事儿，是因为他从小就喜欢音乐，而且呢他很喜欢会唱歌的小男孩。然后呢他的身边的 gay 的朋友就告诉他说，有一个直播叫咸蛋家，里边有很多 gay。然后他就在里边看到很多 gay。他说能不能找到一个培养出来做艺人的，然后以后能方便他们去做一些所谓的电商啊，或者说就是一些关于艺术方面的，或者说演艺方面的一些，因为他们公司其实也可以往那边做一个子公司嘛。他说有没有这个可能？然后就在那个咸蛋家里面看了很多人都觉得说他们就是为了赚钱来的，也没有什么真本事的人。后来他就转战去了我说反了，他当时是喜欢就是说那个唱歌的小男孩，然后结果他就在唱吧里边看了很多的小男孩，
然后这帮小男孩吧，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就入了他的法眼，结果呢，这个小男孩就是他找的去中国好声音那个小男孩，但这个中国好声音这个小男孩可能是个直男。然后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幕后的老板，这么给这个直男小孩铺路，就是这个引起了这个直男小男孩家里的怀疑，所以这个直男小男孩答应的前提就是他们都开始筹备这些事儿了，但是最终被他父母给拒绝了，然后甚至这个小男孩就不露面了。然后甚至这个服装这个大佬甚至都去了他当地看了一眼这个小男孩，但这个小男孩毅然决然的就拒绝了这次机会。后来他们就说这个东西既然启动了，那就需要有人补位。他们说那你何不去那个咸蛋家里边，因为咸蛋家里边基本上确定都是 gay， 如果你在那里边找那个会唱歌的小孩的话，他就不会说是因为直男的缘故去拒绝你的好意。就这样，特别偶然的我就出现了。然后我就说，所以你有家庭？他说我说你的一些情况你要跟我说。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大概说了一下，但是其实我也没记因为就是会觉得说我也不相信他，反正他现在说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真假呀，对不对？我只能直播上这么讲。后来就了解了呀，了解了之后他说那你实在不行你就在这等着吧，咱们就开始筹备这个事儿，然后你就在这块那个就是住1-2个月或者怎么样的，反正大概的这个意思。然后他就给我租了房子，我就在这边等，我就每天做那个什么传说中的艺人啊，就是在那块等这个所谓的报名开始啊之类的。后来就是没事总一起吃饭，然后我还去学那个钢琴啊，我那个时候就是他给我报了一个钢琴班，我没事去学钢琴，然后隔1-2天我俩可能就吃一顿饭。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韩都衣舍是什么东西啊？我说的这个服装大佬，他是全国有好几百家连锁店，而且就是很牛逼的人物。我不知道你这个韩都衣舍有多大啊，就是可能跟我说的有点差别啊。继续往讲。然后就是没事儿去学钢琴，然后呢去偶尔跟他吃饭。后来我俩的关系吧就处的就是很恰当了，就是可能因为第一次吵架他就被我吵顺了，他可能是一个急脾气，再让他是一个老板，所以他没想到我脾气比他还大，所以我俩因为第一次吵架之后，后来我们俩几乎就没吵架了。而且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其实就很顺了，他不像之前那么暴躁了。后来就是聊着，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对我产生好感了就是可能就靠得比较近了，对我产生好感了。后来就是有一次我俩去泡澡，然后我记得我俩都在那个，因为我东北人嘛，我泡澡我也不是害羞，反而他有点害羞，因为他是南方人嘛。我俩就去泡澡，在那个池子里边，然后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池子，我俩就在那聊天，就说我说从来也没听你说过就是你的公司怎么样的。他说我不跟你说过吗？我说我有点忘了。他说我是做服装连锁品牌的，大概就是什么牌的，我之前我也没听说过。然后他说就说了这个服装品牌嘛，然后我说那你现在能有多少钱呢？就是因为我没啥聊的嘛，我就觉得其实问这个挺不好意思的，但是确实也没啥聊的。我就说你现在能有多少钱？他说我现在应该能有个15亿吧。我说多少？就是因为
这可能是我认识最有钱的人，15亿。他说他资产大概有15亿。我说我的天，我说你这么有钱啊？因为他平时是一个非常节省的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比较节省的人。然后我说你这么有钱啊？他说啊，对，他说那个日本他也有公司，然后日本是他对象在管。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啊，你有对象啊？他就觉得他就是他之前没跟我聊过，而且他其实表现出他有点喜欢我，但是他紧接着他就说啊，他日本公司是他对象在管。啊，你之前买潮牌给他吓跑了，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也可能就是他的消费习惯可能，因为你知道10几亿的老板，他们穿的鞋，我记得他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习惯，就是他也每次见到他，他都穿那一双鞋，而且他只穿那种100-200块钱的鞋，就是我还记得那个牌子叫热风，你们知不知道热风这个牌子？他就很喜欢穿热风这个牌子的那个一个类似于，也不算是皮鞋，反正就是类似于那种休闲鞋。他其实本身他就比较节省。我继续往下讲。后来我说啊，你有对象？他说对，跟对象都已经10多年了。他说2个人，一个管那个就是可能时间也太久了，然后他就让那个他对象去管那个日本那边了。然后我就说哦，然后紧接着从那以后，他可能就感觉到我就是他可能有点怎么说呢？就是他没告诉我之前，我觉得我还可以放肆的跟他开玩笑。我告诉我之后，我其实也就是本能的在跟他保持距离。然后他呢也能察觉到我的一些警惕，然后他其实也有点在，就是不像之前那样了。但是呢，就是我俩的关系依然会比较像忘年交的那种，然后我俩就我就聊我小时候啊，然后聊他年轻的时候被骗呐，然后他是怎么，就是中间又重拾信心呐，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百里你特别像年轻时候的我，他说你特别像年轻时候的我，你的那个张狂啊，你的那个所谓的强势啊，特别像。然后我就能明白，我说啊，那他为什么会帮我？因为我像曾经的他。他说，因为你像曾经时候的我，所以我觉得你一定会有出息，或者说有能力，或者说有一个很好的未来。我说你在变相夸自己嘛。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就逐渐的像朋友一样。然后他，后来他就把我推荐给那个，因为马上要上中国好声音嘛，然后又给我找了一个声乐老师。这个声乐老师也在北京，但是这个声乐老师是非常牛逼的，是那个歌手里边迪玛希的那个声乐老师叫蓝天阳。迪玛希有很多的徒弟，反正就是都是那种就是特别高的、特别牛逼的那种唱功的那种啊，特别牛逼的那种唱功的那种歌手，然后。就找那个蓝天阳嘛，然后他就把我的那个歌和那个声音都发过去了，然后蓝天阳听了以后就说，啊，不用教了，他已经挺好的，成型了，他已经。就蓝天阳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已经挺好了，已经成型了，没什么教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儿还有就是他的员工在筹划嘛，然后就是我们收到了这种信息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这是一种变相的拒绝嘛，就可能说这个是拒绝，然后我们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要实在不行咱们加点钱也行之类的，然后又发了一遍，就大概隔了1-2天又发了一遍，给蓝天阳又发了一遍，然后说蓝老师你看这个孩子怎么样，然后蓝老师说。啊，他呀，你不给我发过吗？
我都说了，这个孩子已经成型了，他的发声和咬字已经很特别了。就是你现在改，一是改不过来，二是呢没必要改。就这样，我背了。就是我现在我也听不出来，到底是蓝天老师觉得我不行，还是觉得我已经成型了。反正就这么一个结果，我就没有拜在蓝天杨老师的那个就是那个门下，我也没去学这个。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说中国好声音唱将太多了，我是属于，你知道我的唱功其实很一般的，就是我甚至都没有什么唱功的，所以他们就综合就觉得说，他们就会觉得说，就是实在不行改赛道。他说你要不要去那个星光大道？我说哪个星光大道？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台湾也有个星光大道吗？超级星光大道是那个什么林宥嘉的那个。他说那个是央视的星光大道。我说央视的星光大道土是土了点，但也行。为什么呢？因为央视的星光大道吧，他父母都在看。我说也行，反正我也知道，就上这种节目可能也就是隔一段时间就没有啥人气了，也就是以后就是可能有点名气，然后做商演，也就这么回事儿。我说超级星光那个星光大道也行，我说去。然后紧接着他又说，他说图图你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俩正在那儿就是饭后，然后我俩在那个一个大公园里，我俩在那块走路呢，因为他是吃完饭以后他要走路，我也陪他走。然后这个时候我俩在走到湖边，他说图图你到底喜欢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说啥意思？他说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职业或者说专业之类的？我说我没有特别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我唱歌也唱的不是特别好，但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梦想。他说什么梦想？我说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青春期啊，包括一些东西导致了我辍学了，我没上大学。其实这是我最大的遗憾，这也算是我爸爸的遗憾，就是我爸爸也很介意就是我没上大学这个事儿。我说我特别想上大学。他说哦，那你要想上大学没问题。我说但是其实我没上高中。他说他想了想，他说也不是什么难题。我说你没上高中的话，你没有学历，你怎么上大学呢？他说你可以找一个那种就是3本野鸡大学，然后但是呢这个学校可能没有什么学历之类的。然后我说行吗？他说行啊。他说那个他们商会里边，因为做生意的都会有什么商会，他说这商会里边有一个校长，可能你最后你可能那个学历没什么用，或者说就不具备什么正常的那种。我说没问题，我说我最主要的是想体验正规的全日制大学的那种校园生活。我说我愿意去，我说哪怕不要学历，我就想体验一下大学生。他说行，我给你安排。结果我俩又走了一会儿，他又突然又说，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学音乐呀？我说啊。然后当时我其实就有点懵。我说音乐我能学得起吗？而且恰好这个时候我那个时候不是认识那个 Q 先生吗？Q 先生那个时候我俩不是异国恋吗？然后 Q 先生也在说你要不要找个学音乐？然后这俩人几乎是同时，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没在找学校呢。然后他说你要不要去上音乐学院？我说我上不起呀。他说我给你出钱。还没睡，在直播呀。然后他说我给你出这个钱。后来
我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收到了2笔学费，然后后来他也是让我找学校，后来我找了一个学校，然后他说你找这个学校其实不行，他说你应该找一个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我说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是什么学校？他说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就是学历不重要，它是一个培训机构，很多有名的人都从那儿毕业的，什么江映蓉啊、苏运莹啊，包括什么现在的刘雨欣呐，包括弦子啊，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然后你没有高中学历也可以的。然后我说那咱们怎么去报名呢？他说你记不记得曾经给你教声乐的那个老师，他就现在就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做那个招生办的老师。啊，我说这么巧啊，就是这，他俩知不知道彼此？后来知道，后来都知道啊。然后就这个顺理成章的就报名了，然后有一天他就说那个图图明天咱们就去北京。我说哦，我说那个明天我怎么去啊？他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说我说你跟我一起去？他说对啊，我跟你一起去报名。结果我还记得当时他买了2张1等座，你知道就是这么有钱的人，他也不会买商务座或者说坐飞机，他直接就买的1等座。1等座我们坐了2个多小时去了北京，然后到了学校。什么签到啊，然后考试，就是他这边要给我签到，那边就在喊说那个学生家长到这边签到，然后学生到这边考试，然后我就去考试去了，他就在那帮我签到，然后我就是考试，我其实我没有学过那个乐理知识，所以考试也是稀里糊涂过的，也是稀里糊涂才能过。后来我就考完试以后，然后我就签到这边，然后就看他再给我交学费啊之类的，或者说就是在处理一些住校的一些东西。然后等我到他面前，然后他就在那块排队，当时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就是我不是说我亲生父亲不好，但是确实我从小我也没见过我亲生父亲帮我处理排队啊、报名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上学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因为父母其实那个时候比较忙，我们中学上课的时候也是，家长也没接送过，也没有帮我们报名之类的，所以当你看到一个背影，然后又想象他的身份，然后又看他侧边都是白发，然后再帮你去排队，再帮你报名的时候，那个身影其实很让你感动，很让你感动。然后后来他报完名以后，然后他匆匆忙忙，他说图图那个我给你整好了，怎么样的。然后那个紧接着那边又喊说那个新生到这边，然后咱们去宿舍怎么样的。我连跟他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然后那边就在叫我，他说图图那边在叫你们。我说那我先过去了。他说你放心，你上学吧，我先走了，怎么样？我说你今天晚上回去啊？他说那你都进宿舍了，我就走了啊。然后他就匆匆忙忙走，我匆匆忙忙跟他告别，就那天都特别匆忙，因为就是报到的时候就有人在指引整个流程。然后莫名其妙他就走了，莫名其妙我就到那个学生宿舍了。我记得当时还是6人宿舍，然后我分到了一个上铺，因为我们下边是那个书桌，然后整个大家都睡上铺嘛，然后我就在那块就是看到我这个整个铺，然后我就开始买那个行李之类的。然后就开始了大学生活，紧接着第2天我们就去军训了。虽然说它是培训机构，第2天我们就军训。我27岁，我在学校里边非常的扎眼，所有人都觉得我是班主任。我们班的同学是16、17岁，我跟我们班同学差了10岁，因为
这个学校它不是说正规的那种大专院校，或者说那种那个本科院校，所以就是有很多人不上初中了之后，就是不上高中了就来这个学校了，所以大家年龄其实都很低的。还有我就在这个班级里边，然后我就在军训，然后军训了2天。然后这个时候那个 Q 先生，我就给 Q 先生，我很想 Q 先生啊，对不对？我就很想 Q 先生，然后就给 Q 先生发消息。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服装大佬给我发了个消息，他说：“图图，在大学的生活还好吗？看到你能顺利的进入大学，我心里无比的欣慰，感觉现在你也不需要我了，我就可以全身而退了。”我就发了一个问号，他说没什么，祝福你未来越来越好，把我拉黑了，删除了。就我会觉得，就是我后来我就在反思，当然当时也没反思出来，后来我就知道，其实他这是一种撒娇，你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撒娇，就是他会觉得说，你军训这几天你没联系我，代表你很融入这个学校，但是同时我把你拖到高处了，你不需要我了，我是时候该离开你了，祝你越来越好。他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现在对他的理解就是有一种，他有一种就是偏女性化的一种就是思维，他甚至会有一点就是反正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你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他是一个比我还要敏感，而且他会想很多的一个人。后来他就消失了这边，然后我又跟 Q 先生因为见面的问题，然后我俩又吵架，我俩又闹分手。后来就这俩人从我生命当中都消失了，然后我其实就没有安全感嘛，我就没有安全感。后来我就觉得说在学校里边不能闲着嘛，然后乐理知识我又学的比较慢，我说那我趁着在学校里边我拍个 MV 吧，因为我之前出了很多歌，我就补一下 MV， 往那个什么就是什么那个 KTV 里边发一发之类的啊，以后能点到我的歌，然后就是逐渐的一步一步走成型嘛之类的。后来我就打算拍个 MV， 然后当时我就找我们班同学，因为我们班同学都是16、17岁嘛，我找他们，我记得当时特别尴尬，我找了一个女孩，然后我跟那帮女孩有说有笑的，然后包括男孩我也有一帮朋友，但是我就记得军训的时候，其实我就听到他们在那说就在讨论我。后来下课的时候，我们去琴房练房的时候，琴房练琴的时候，我就听到他们在说听到我的歌了，然后看到评论区里说我是 gay， 就是因为 QQ 音乐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彼此发了歌啊之类的，就是他们知道我发了歌很羡慕我，然后他们就去听了之后，年轻人都喜欢看评论嘛，那上面就那个就说那个什么就是我为同性恋发声之类的，反正就有一些同性恋在那块评论说什么同性恋的这个光荣之类的，反正就是那种就我就出柜了嘛。出柜了以后，我其实就不好意思找那帮男孩女孩拍了。我说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找了，当时方糖新闻线方糖公司里边，我就跟方糖公司走的比较近，然后他们就推荐龚大虎嘛。我说那找龚大虎拍一拍嘛。结果拍着，然后后来素材也挺多的，然后就剪成了一个微电影了。本来是想拍个 MV 就好了。然后就拍了很多素材，后来就变成了微电影。但是你要做成微电影之后呢，还有点尴尬，因为你是按照 MV 去拍的，MV 的那个
故事的连贯性就不需要那么完整。然后我们拍的很多素材作为微电影就是连不上，半拉柯基的，所以在《跟我回家》前2集出来的时候被骂疯了，就说在讲什么呀？你们这拍的什么鬼呀？演的又不好，然后故事也没讲明白。然后当时我就很不甘心嘛，我就非常不甘心。我说我也没打算拍那个短剧，我就说我打算拍个 MV， 结果发上来。全网在骂，全网在骂，当然也有在夸的，但是就是好多人在骂我们。后来我这个人吧，就是我就觉得特别委屈，我又不是说我没能力拍短剧，对不对？我们不是没能力拍，我只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 MV， 所以它不连贯。后来我就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我就继续拍了。结果就这2集播出了以后。因为我们作为创作者来讲的话，我们看不到夸奖，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作为创作者，我们作为主创方，我们看到那些评论都不是正面的，因为正面的我们会自动忽略，我们会看到不好的评论。结果，其实这个被大家关注了以后，很多人还都挺说好的。但我当时感受不到，但是这个事儿就传到了这个，就是那个服装大佬那边，服装大佬就知道我拍了个剧，而且很火，然后这个大佬又开始加我，这大佬又加我说，图图最近好吗？想你了。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然后就要加我，然后我就通过了之后，他说本来不想打扰你的，知道你过得好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我听周边的人都在讨论你们的拍的东西，我倒是没看，但是听说大家都评论非常不错，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才华。我说就是瞎拍的。他说那既然有这样的天赋，为什么不培养自己呢？我说那个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上学也需要花钱嘛。他说如果说拍摄方面需要我投点钱的话，你就跟我说。我说好啊因为当时我们打算继续拍《跟我回家》嘛。他说如果说拍摄需要我投资的话，记得跟我说。我说好啊，需要啊然后他就投了将近几万块钱，7、8万还是多少万我忘了，反正我们就继续往下拍了，我们就对，我们就继续往下拍了拍到第2集，就是大概拍了10多集那个时候因为特别不专业嘛，所以我们总共花了10几万拍了10集左右就一直拍。后来反正就是他就是有一搭没搭的聊天。再后来我就后来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了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了。但是后来可能就大家就是逐渐的疏远了嘛，然后但是他还是会每年的生日跟我一起过，就是我每年的生日他都会说图图，小图图，他就会叫小图图今年生日怎么过呀？然后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在剪辑，他知道我要剪辑，他就送了我一个电脑，就是什么苹果一体机，然后他知道我要那个就是想出去散散心，他就订了那个什么郊外的那种酒店的那种，我们就在外边听雨声，几乎每年都是我就是连续3、4年我们都一起过，对，真的很像父亲。哎呀，所以我虽然说我觉得就是都是缘分，我就觉得
都对我挺好的，这几个人对我都挺好的，然后什么时候我觉得说我们相处的更自然了，就是有一次我们出去玩儿，然后我们在那听雨，就是那个酒店是在山里边，然后外边下着瓢泼大雨，就像这个声音，瓢泼大雨。然后我们在那个山谷里边的一个玻璃房里边，然后我们就在听雨声。这个时候他就打呼噜，然后他紧张好像醒了以后他就坐起来，他就说那个跟我听听雨声，然后我俩就一起听雨声。后来我觉得就很平静，跟他在一起很平静。再后来也没什么，再后来好像就是再后来其实就到了让我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肯定还是会有故事。到后来的时候，就是我不是要来北京要来深圳了嘛，然后我就要接酒吧，然后当时所有人都不赞同，我家里也不赞同，我身边的朋友也不赞同，因为我的性格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人，没有这么能说，然后也大家都觉得我不是这行的人，但是我就跟他说了，我就跟这个服装大佬说了，我说我有遇到这么一个事儿，你帮我出主意。他说干呢，想干就干啊，你不是深圳吗？深圳我有人深圳我有人就这样，他就鼓励我干这个酒吧。然后其实我第一个酒吧特别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有人的关系，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已经打点好了，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反正我第一个酒吧特别顺，就没有任何事儿。然后派出所对我们也很好，中间忘了一个事儿，一个日本的事儿。最关键的一个事儿就是后来就是他又把我删除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我删除了。你们接不上你们就理解为就是中途他可能又把我删除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跟我异国恋的那个人，我俩在日本见面了，然后我俩吵架了，我就在日本的出租车上，我就心脏病就犯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本能反应，我就是给他发消息，然后结果呢发现他把我删除了，我就给他留言，我说不好意思，我不想打扰你，但是我现在在出租车上，我可能不太行了。他紧接着他就赶紧加了我，然后给我打电话。然后当时我因为日本你没有那个，就是你是拿移动 WiFi 的嘛，然后网络特别不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在哪儿，怎么了，怎么样的。他就在那块喊上了，他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我在那个去那个机场的路上，我说我心脏现在有点不舒服，有点喘不过来气，然后心口特别疼，然后手脚发麻。他说那你是心脏出了问题，他说你现在马上放松，然后我现在叫我日本的员工，就是那个准备好速效救心丸。因为你现在在哪个公路上，我们不确定，你必须得开车到那个机场那儿，然后我让他在那儿等你。我说好，就这样，他就安抚我，然后我就逐渐的我就平静下来了。平静下来以后，然后到那儿，然后他的员工就来了，然后把速效救心丸给我，然后他吩咐这个员工开着车，然后把我送到了附近的一个酒店，还给了我几万的日元的零钱。
也不算是零钱了，反正就是大概8万还是几万，反正就是日元，然后就把我送到酒店了。然后到了酒店之后，然后他就问我怎么了，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他面前我就哭到不行。他说：“小图图，我从来没见过你哭，也不知道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不好意思跟他说呀，因为我是为了爱情啊，但是，对吧？你想想，就是同样，我那个爱情伤害我，然后这个人还对我挺好的，我不好意思跟这个人说我在那段爱情里受伤了，所以我就光哭，我说不出来。然后他就一直听我哭，哭完了，然后我就说那个我没事了，挂了，啊，我就挂了之后，然后就等于他救我一命，啊，就等他救我一命。然后紧接着，其实这个事儿我就一直特别感恩嘛，我就觉得他真的救了我一命。虽然说那个我那个时候心脏也不至于说死吧，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本能反应我就想到他，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忘了他日本有员工有公司的事儿了，但是他就帮了我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心里的，就这个人很重要，就这个人到现在他都在我的那个置顶里边，就这个人没有发生任何东西，但是就是这个人永远在我置顶上。后来就是我不是那个要去做酒吧嘛，来深圳，然后他正好他在深圳也有一些人脉，他就说你来干，我支持你干。但是他没出钱，他就说精神支持，他就说你做这个事儿其实是对的，男人到什么时候也得有自己的事业。然后我就干完干确实赔了嘛，赔了。我记得我开业之后，然后他还来，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他，我真不知道。我现在想想，这都是命。你说我怎么会想起他呢？我不知道。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我开业之后，然后他也来我酒吧了，然后来看了一眼。他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说，哎，我家长辈来看我的那种，我在交作业的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就明明他没出钱，但是我就觉得他来是在检查我有没有在好好的工作生活，然后他来我就给他介绍我酒吧的一些事儿，然后因为他也不喝酒嘛，然后他就在这坐了一会儿，他就觉得说挺好的之类的。后来我有一点点冒失，这个是我觉得我确实有一点冒失了，我有一点冒失，就是后来我在深圳的第2年吧，然后想买房，我想买房，然后跟他说，我说那个我想买房，我说我这边可能钱不够，我想借点钱。他说你买什么房啊？因为那个时候深圳其实是那个什么的，是限购的，得交5年社保。我来深圳的第2年我就想买房，因为买公寓的话是首付要一半，就是一个公寓，你要是想买公寓的话，好像得付400万，你要付200万，我记得好像是。我这手里就确实钱有点少。他说你买公寓干什么呀？我说那个就是想有个家嘛。他说你不要买公寓，公寓以后，对，他说那个公寓的话以后肯定就是不好转之类的。他说你怎么不买那个住宅？我说住宅人家那个限购啊。他说或许我有办法，你等着吧，我或许能让你买上住宅。他说你不要买公寓，你等我消息，或许我能给你整上住宅。我说好，我等你消息，结果没音儿了。然后后来我就在想，我说哎，我这一步走的确实是差劲，怎么可能找人借钱呢？人家对你已经很好了。然后我觉得他，对吧？人家就是变相拒绝你嘛。后来其实因为这个事儿，我俩也有点尴尬，也有点尴尬了。
对，再后来就是，再后来好像就是有一次我好像去那个啊，就是后来我那个酒吧就是面临的要那个就是被查了嘛，然后我就想看看他有没有关系，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很久不联系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口，然后他就说图图你找我肯定有事你说吧，我就跟他说酒吧这个事儿，我说这个事儿我实在是不会处理了，然后他说你咋不早说呢？我帮你找人，就这样找，然后这个事儿也解决了，但是后来这个酒吧也。就是进行不下去了，就是后来就是也不赚钱，后来我就把那个酒吧关了。其实这个事儿又让我觉得说，我永远不要去，就是忽略了跟人家的互动。我就觉得说这个大哥是你一辈子的一个贵人，而且就是人对你也挺好的。后来我去那个山东，去那个。济南去玩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他也认识嘛，然后我就说走，咱俩去那个拜访一下这个大哥，拜访这个服装的这个，对，我说拜访一下，我说咱们都来了，你得让人那个，对吧？因为我觉得我去哪儿的话，肯定就是有人就知道嘛，因为我一去酒吧。就是大家可能都认识我，然后就可能有的人他或许也认识的话，万一他知道我来山东了，你不找人大哥不太好啊，对啊。然后我就去见了一下，然后就是看了他整体的那个生活之类的，然后到现在我们其实都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包括他一直也邀请说，再出去旅游啊，因为他也打算快退休了，因为我觉得他钱也赚够了，然后他也想退休了，他想去那个云南去定居，或者说在那边旅居之类的，然后他也约我跟二把刀一起出去玩之类的，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一直都没有时间。现在的状态就是偶尔他会来直播间刷点小礼物，对。但是也不刷大礼物了，就是刷小礼物嘛。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如果刷大礼物反而生分了，刷小礼物，人家也不会给我刷，人家也是给那个二把刀刷的。因为二把刀对于他来讲的话是一个新的小朋友，又是我的另外一半，所以他会看着我的面子给二把刀刷点礼物，就现在就是这层关系。现在我的置顶里边。还在我的置顶里边的就是他和台湾大哥。本来那个龙二也在我的置顶，然后那个二把刀看见龙二在置顶里边，然后二把刀趁我睡觉的时候把龙二给取消置顶了。好了，这个服装大佬的故事就讲完了。为什么龙二置顶？因为龙二也对我也很重要。我会觉得有一些东西其实并不是说我努力就有的结果。比如说，我承认我是个努力的人，但如果我没有好的搭档，比如说没有当时的就是龚大虎。没有后来的龙二，我觉得我的剧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会有一些能量给我带来的，对，就是我会觉得反正我觉得我跟龙二志同道合，然后三观也比较相同，然后又有共同的爱好，然后他又因为他的芝麻，我收获了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他在我生命中很重要，所以我就把他置顶了。对，但是二把刀不允许，二把刀是不允许的。
对，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不生气啊，因为二把刀没事就是删除我，就是他没事删我的好友。二把刀是没事删我的好友，然后取消我的点赞，然后看我都在看谁之类的。他就是一个，就是偶尔就是这些行为，我觉得反正我挺吃这套的，因为我是大男子主义啊，我对这种事儿其实我不反感，就我反而会觉得说啊，就是大男子主义很吃这一套，就是觉得自己对象有一点点小偏执和脾气，我觉得对我是吃这套的，所以我不会生气，因为他删除的确实也是对。那他要删龙二的话，那我肯定不行。那你要取消置顶的话，他愿意取消就取消呗，对不对啊？反正他也是有分寸的，对吧？啊，不接触我的不触及我的底线。我的底线其实就是不要撒谎，不要出轨，然后不要撒谎，不要出轨，然后不要不沟通啊。对，如果是我的话，我得问一下理由，合理的话就可以。你这还用问理由？就是，那他删除，那这问啥理由啊？你不明白理由？这个要理由吗？你是，不是你有没有那个基本的一个常识？就这需要理由？这不一瞬间你就知道咋回事吗？不需要理由啊，这是他这个动机，你一下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真心是假抛弃太真心，啥意思？我觉得二把刀做很多事情，他的出发点其实很简单，就完全能懂。二把刀其实，二把刀有的时候有点装傻，但是其实他，真心是假的，抛弃才是真的。真心是假的，抛弃才是真的。啊？啥呀？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了啊，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烦人啊，我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圈子分手，很多有的人抛弃才是真心。这个凡人，你说的话跟我的故事有关系吗？还是跟我有关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跟二把刀在一起多久了？快1年了，这是10个月了。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10个月了。10个月。热恋期，我跟二把刀一直都不是热恋期。只是聊天，那你不用发表你的一些就是突如其来的那种情绪，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是哪一段的情绪，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就是你在我直播间尽量的就是说让我们能看明白。对，不到一年，我们一开始就不是热恋，就是很理性，或者说也不是说理性，就是很，因为在一起的时候俩人都34了。对，就平平淡淡的，就是我俩这段感情吧，也有点特殊，就是我在跟他在一起之前，我其实也半年前分的手，但是一直也没分太清楚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呢是
突如其来的分手，然后跟我在一起，他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我。其实我们其实在这段感情开始的时候都是有一点点没缓过来，没缓过来，就是会觉得说啊，怎么就在一起了？就是会觉得，我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依然会，会在，就是会在有一点点质疑或者后悔，要不要这么唐突的在一起之类的。行了，那个凡人你不用说了，你说的跟我这话题没关系啊。就是你跟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但是你跟别人聊天，你是不是得知道人家在聊什么，你跟别人去聊什么，而不是说我想聊什么，然后你在聊什么我不管，然后我说我的，你说你的，你突如其来让我们接不了，明白不？你要想加入别的聊天，是不是别人在聊，哎，这个游戏挺好玩的，你不能说我吃过饭了，我今天吃的什么，能明白不？你就是聊天，你得知道人家在聊什么，明白不？就是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就是但是你的话题跟我的话题不是一个话题，明白不？就是我不要求就是说你一定要跟着我话题，但是你想说你的话题的时候可以，等我说完了这个话题你再说这个话题，要不然大家接不上，也不知道该怎么接你的话题，能明白不？就是他在说他的一些事儿，但是他跟咱们的事儿可能就是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咱们还在停留在咱们的思维里边，然后咱们怎么去接他的话题呢？毕业没能拍个微电影吗？我这个又要跟大家，就我本身就是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有想听的咱们就扣个一，不想听的就不扣啊，就咱们就不聊嘛。就比如说你们想不想了解电影的行业里的一些东西？你们要想了解，你就扣个一，超过5个咱们就聊一下电影这些东西啊。要不想聊，咱们就不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相对就专业，就是那个学术一点的东西啊。就电影这个东西，好有超过5个，就是我这次上的这个学校就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班。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它是一个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专业班，学费是12万1年，然后我们只有1年的时间去学习，但是呢，我费劲巴力考进去了，但是其实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他的课程很浅。为什么很浅呢？因为我们这个学校设定这个班，其实你在考这个学校的时候就必须得有一点专业的，比如说你是这个行业里的人，比如说你是知名编剧，比如说你是某个影视公司的人，比如说你是已经有拍摄经验了，比如说你是个演员，这些都可以，就是你一定要对这个行业是有所了解的，包括对拍摄是有一定的知识了解的。但是我其实我自己有很多的这个拍摄经验和一些自己的见解嘛，所以我进这个班儿以后，我其实向往的或者说想学到的，其实是一些很实操的、很精简的、很纯粹的一些就是很纯粹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但是我说白了，我们这个进修班跟我这个完全相反。我们这个进修班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理解啊，他不是在教你技术，他想提高你的电影素养，
想提高你的审美，想提高你对电影行业的发展了解、品味国际上的一个什么走向这些东西，哎，就是它是偏书面或者说偏理论的东西，跟我想学的不太一样。啊，它就好比就是什么呢？就好比就是说大师班，啊，就好比就是音乐大师班。音乐大师班它讲的不是说怎么去唱歌，在唱歌上给你一些经验，不是。音乐大师班要讲的是什么？我们要去讲音乐的艺术性、高度，什么，这国际上对它的一些理解，反正就是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班啊。然后呢，这个班第二个目的其实就是属于就是专业的技术交流班。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项目的制片人，我是这个项目的这个投资人，我是这个包括我们学校就是我们这个班级里有什么已经有那个很多的上映的电视剧的一些制片人，他们其实通过这个班就是来结识人脉，然后去找机会啊。其实这个班是这么个一个性质，所以它1年12万。就是这个班呢，你说它这就是有含金量，它也有它你要说那个含金量是不是你想学的，不一定是你想学的啊。所以呢，就是我进来以后，我身边的朋友就跟我说这个班可能你能提高的就是你的专业素养，但是如果说你要想学拍摄经验的话，你这个班就来错了，你应该找一个剧组。比如说你跟一个什么谁的剧组，你去跟3个月5个月，可能你提升好多，你不要来这种班。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来错了。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班不教你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但是他教你对这个圈子的一个真正的理解。这也就是我们老师说过，就是说只要我们上了这个班，我们不一定说出来不一定说都是导演什么大制片人，不一定。但是我们学完这个班，我们就明确了自己要不要走这个路，因为这个班讲的都是行业里的很真实的现象。比如说什么，今天我们也在看一个就是我今天也在 B 站上看一个这个视频。比如说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个，我们会讲什么？我们会讲什么票房分成？为什么就是怎么去能让就是说这个片子就是运作，包括怎么跟电影就是所谓的那个电影院去合作，怎么去做宣传，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有买假票？为什么会有退票？为什么会有那个就是抢的那个就是乌龙票这种？反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行业里的所谓的内幕，包括我们学完这个东西，我们要走哪条路？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现在基本上学完这个电影导演进修或者说本科，他们学完之后基本上都会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在学校里边去拍一些文艺片，或者说一些概念性的影像，去发给一些专业的机构奖项，然后包括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奖项，从而去拿一些所谓的比如说柏林，比如说戛纳，比如说一些国际上，比如说大学生电影节。什么炒作呀？那不叫炒作，那叫拿奖他们就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就是拿奖了之后，就是我就有 title 了，我就有名气了。就是比如说我是什么戛纳今年的最佳短片，
比如说我是柏林什么最佳什么摄影摄像什么的啊，这些东西，你有一点名气了，你回国内或者说你去某个公司，或者说你在参加一些项目的时候，你就更好拿出手。但是中国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是什么？但凡你拿了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文艺片的一些奖项的话，很多的团队就不会用你。为什么？因为文艺片和商业片是两回事儿。文艺片就是拍出来的东西就很文绉绉的，大家也看不明白。这些文艺片的导演都会有一点点就自己的执拗，或者说自己的一些美的追求，或者说一些角度，所以他拍出来的东西很多观众是看不明白、不买账的。所以他们拿奖反而会把自己走窄了。对。所以就是他们出来可能就失业了。还有一种人呢，是直接就是说自己掏钱，可能掏100万、200万，然后就拍了一个电影。但是这一类的人很容易第一部片子就扑街，因为100万、200万对于电影行业是什么东西啊？电影行业是需要甚至几千万的那种投资，或者说就是你想做出成绩，你首先你不光是你拍的要好，你要懂宣发，你要懂就是什么，你要想那个跟人家那个影院去那个怎么样的话，你得跟人家是有关系，怎么拍片儿，你这些东西你都需要打点，都需要钱，所以你这些东西你不要只关注在你的作品上，你作品拍完了以后你发不出去，没有人知道。所以电影行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不是说我拍好了东西我就能发出去的啊。为什么有一些电影它上来就是说投资就要几千万呢、上亿啊，它至少有一半的钱都是用在宣发上了，一半就是发行啊、宣发呀这些东西，包括你怎么去让人电影院给你多拍片啊？那谁能告诉我怎么样那个电影院多拍片？首先你是不是得给人电影院好处啊？第二点，你是不是在这个宣传这一块，我为什么要给你拍片呢？因为你的宣传已经很牛逼了，拍你的片我的上座率会比较高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钱的，所以电影行业不是专门的，就是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复杂、很综合的一个行业。所以我听到了这些内幕啊，包括你说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北京电影学院拍的东西，我们要拿北京电影学院的内设奖的话，也得了解老师的喜好。那老师的喜好每年都不一样的，而且老师的喜好标准是什么？我们怎么去知道？是要花钱吗？还是怎么样？这个也没有标准。那你说这些东西我们做来做去，标准在哪？我们不知道，我们做到最后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唯一能知道的就是你得打点，你得做宣传啊。所以就是我了解了这个行业的所有的东西之后，我就确定了我不做啊，我不做。对，我不能做，因为我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做自媒体是最简单的，做自媒体做短剧是最简单的，短剧现在也不简单了，现在做自媒体是最简单的。我说的简单的是什么？是低成本，低成本。想做电影无非就是2点，第一点你有钱，第二点你得把电影的这个行业你得玩透，你得吃透，你才知道怎么去赚钱。而且第3点你必须得盈利，如果你不盈利的话，你下一步没有人投。所以综合来讲的话，我就觉得这个行业不是我能玩的，能明白不？啊，刚才有人说到那个阿嬷的情书，阿嬷的情书，你们觉得没有
没有营销吗？没有营销吗？阿嬷的情书没有营销吗？你觉得阿嬷的情书是靠这些人去营销出来的，好评度去传出来的？你们真的天真的以为阿嬷的情书就是纯粹是因为拍得好，所以大家都喜欢吗？你们真这么觉得吗？太天真了。就像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说娱乐圈的一些现象啊，娱乐圈明星到底要不要陪酒啊？就是娱乐圈到底乱不乱？艺人到底乱不乱？我可以明显的，我可以直接的告诉大家，就是娱乐圈肯定乱，但是肯定也有不乱的，因为他不用乱，因为他有钱。明白不？就是娱乐圈肯定是有一些小艺人在疯狂的在求生活、求生存，所以他要这兢兢业业的，就是说可能项目在组成的时候要陪这个投资人喝点就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就是忙前忙后啊之类的。就包括那个什么何晟铭和于正那个创业时期，何晟铭一直在跟于正去跑这些项目，何晟铭就是当那个喝酒的那个角色。但是没有喝酒不陪这个投资的一些大佬的一些人呢？有，因为他们出身就高贵，或者说他们在出身之前就有单独的一个人可以让他不用陪别人了。明白不？要不然你没有单独的这么一个人支持你的话，你就得去找这么一个人。你在找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应酬啊。为什么会说什么这个明星后边有什么什么人？肯定是有的啊。那可能是他家亲戚，也可能是就像我跟那个这几个投资人的关系，可能人就是就是无条件支持我，还有一种可能或许就是那层关系。为什么这个人别人敢碰他？为什么这个人就是他永远能当女主啊？这个就是有这层关系嘛啊，就是有这层关系，不一定是干爹呀，有的可能是亲爹呀。据我所知，其实娱乐圈里有很多的人家天生就有钱。就是家里就有钱，人家就让你干这行，你没有这个钱，你像有一些就是草根的那些明星的话，那真的是可能情商啊、九州文化人家都非常懂，而且可能在很初期的时候，人家就已经找到了一个所谓的靠山，对，所以就是电影行业真的不是大家能玩得起的，不是我能玩得起，也不是大家能想象得起的。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一个按照我们老百姓的常理来讲的话，你只要把作品拍好，然后找到人去买这个电影就好了。但是有没有人想过，市面上那么多好的电影，它为什么出不来？这些烂片为什么能出来呢？因为就好比就是说，你本身比如说你家的产品不是特别好，本身比如说你是做手机的，你家产品没有那么好，但是呢你会营销，你有人脉，你去把它推向市场，大家都认你。你好的产品如果说没有推的人，或者说没有钱去打广告的话，你再好没有人知道。这个行业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烧钱的，不是说有的人就说啊，你们拍电影就说你们拍那个绿豆要50万呢，怎么这么贵啊？拿手机拍呗，放屁呢！50万对于人家一般的小剧组来讲的话是个屁呀！50万我们是完全没有宣发的费用啊！你们觉得50万你们都觉得贵的话，这个行业是完全是你们玩不起的行业。我们50万能拍一个小破玩意儿东西，完了你们还觉得说啊这么贵呢？你想想人家大剧组是什么样？
一般人真玩不起。所以有的人就是，我觉得有的人其实对这个行业就是有点不了解，然后就说了一些就是自以为了解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可笑。其实这个行业水深的太深了，但是玩法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你得有钱，你得有人脉，就这2点。那有钱可以玩，把人脉打通，但是能打通多少，能达到什么程度也不一定。所以这2者，我觉得，哪怕你是个烂片儿，啊，哪怕你是个烂片儿，啊，钱是最重要的。当然现在的标准又变了，你有烂片儿，你无论好片烂片，我们都不去干了，因为我们对电影行业失去信心了，我们老百姓不愿意走进电影院看你这傻逼东西，所以现在又是一个大改革、大洗牌啊，这真的又是一个变天。所以就这个行业，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就是我不够格。我不够格，因为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或者说以我觉得我是能拍出好东西的，我也敢拍，我也是实干家，但是人际关系我玩不明白，而且变现这块我不太擅长，所以我就玩自媒体就好了，啊，玩自媒体就好了，自媒体就不需要宣发，啊，就是也需要宣发，但是不需要那么夸张的宣发啊，自媒体。或许也有门道，这就好比就是说你要买大平层，啊，你买房子你必须得买大平层，那我们不买大平层，我们买那个小高层行不行？也行，我们买不了那个好楼层，我们买差一点的楼层行不行？也行啊，也行。自媒体成本小，相对来讲的话，自媒体注重内容会更重要一点，但是你要是电影行业可能不光是制作内容啊，你要了解好多，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去上课了，我也不去想往电影这方面靠，电影行业不是普通人玩的，哎，这是真实的啊。AI 漫剧啊，AI 漫剧其实现在人人都可以做，你们也可以做，你们也可以赚钱，啊，你们可以做，但是我说实在的，我有点我觉得做多了那个玩意儿吧，其实有点就好比什么呢？就是我也不是说瞧不起这个 AI 漫剧，但是 AI 漫剧的标准其实让我有点怀疑。对，就是 AI 漫剧它很无脑的，就那种东西你做多了可能，有点不是你想要的，啊，有点不是你想要的，就是，你们也可以做呀，你们要想做你们也可以做，但是，就我想做，但是我又不想做，没有逻辑性啊。就是做的东西就是看个爽劲儿嘛，啊，不知道咋回事，你们就做出来，然后往那个红果发呗，就是叫红果吧，你们做出来，就是你们找那个 AI 的那个网站，然后就做每一段，就是大概一个镜头，你大概就是几秒钟，然后你把这个就是把这些故事把它画面做的连贯性，然后你就做成一集，然后你们就发给那个短剧平台，可能就有收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你们发给那个，据我所知是这样，就发给那个就是短剧平台，然后他们就会给你钱，好像跟点击量也有关系，好像是，就是这个你们自己打听去，因为我不太。我就不太想做啊，不太想做，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有一定的标准，然后我们做起来会非常的煎熬。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就是说，现在那个很多的 AI 剧，你们也看 AI 剧，我也看，就是 AI 剧吧，经常会有穿帮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就是画面突然就
跳的特别乱七八糟的，那个是我接受不了的。但是你看那个 AI 剧还都有这种毛病，但是那个标准我就忍不了，我就得没事就在那修改。修改的过程，因为 AI 它生成的不太稳定，所以一旦它跳来跳去，我就在那改来改去，我会耗死。对，我就是对那些细节东西就是抓的比较狠，就是我克服不了啊，就是很多的，就是我现在看了很多的 AI 的那个漫剧，画面都是穿帮的，本来3个人在那说话，后来变成了6个人，但是他的正片里也会有这种现象，然后观众也不在乎，但是我作为创作者我很在乎，就是我不可能允许这么低级的错误啊，而且有的情绪对不上我也接受不了，就是挺煎熬的，就是也别管我臭脚气，就是如果一个情绪都不连贯的话，我会很出戏，我就原谅不了自己，所以可以变现啊 ，AI 剧变现其实现在是挺乐观的，你们去吧，去变吧，啊，真可以，真可以。如果说就是大家能在这个时代多挣点钱，我觉得是对你们其实都有好处，对任何人都有好处。为什么不赚点呢？对不对？啊，对，他错误太多了，错误太多了，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忍不了，然后你就跟那个 AI 就在那来回调。调到最后 AI 可能也不一定能调准 ，AI 是一个变数太大的一个东西，你就得来回的试错，就是很煎熬。它不像人去拍你能控制这个错误，AI 是完全你控制不了的。就 AI 给你生成什么，然后你看到这个行你再用，你不行的话你就来回的点那啥。啊，你就得来回的调，来回的等待它生成的过程。AI 生成它是需要时间，然后你就来回调，哎呀，崩溃了。啊，我们在做那个芝麻的最后一集的时候，就真的是做崩溃了。啊，我们就真的调来调去的。啊，但是那个状态我也不太满意。可以做，真的可以做，变现还挺好的。还有什么想了解的？现在还有111个人，我们最后讲一个故事吧。我们那个台湾大哥我也明天再讲吧。台湾大哥我也明天再讲，然后我就讲一个那个酒吧老板的故事吧。我就讲一个酒吧老板的故事啊。酒吧老板的故事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个啊。这个故事比较简单，然后台湾大哥的故事明天或者以后讲。酒吧老板也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人物，我简单讲一讲。就是那个时候我18年19年的时候跟那个就算是跟那个 Q 先生就结束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谈了一个恋爱，就叫那个浩浩。我跟浩浩结束之后，然后我在浩浩这段感情里边就死活出不来。我在浩浩这段感情我就出不来，但是我其实跟浩浩才相处了2个月，我也不知道为啥出不来，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还沉迷于买那个名牌，后来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我说的那个大姐大的那个人，他就说那个百里那个明天有没有时间？我说咋的了？他说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开酒吧了，然后那个开了一个新酒吧，然后带你去见识见识。我说啥叫见识见识？他说那个酒吧挺高级的。我说同性恋酒吧吗？他说不是，是一个就是直男直女的那种，但是非常高级的那种酒吧。然后我说那行，他说那你穿上你最好的衣服，
我说我操，能有多高级？结果我就穿了一身 LV，那个时候就是19年的时候，我特别爱买 LV，买那个就是一些就是奢侈品牌，然后就穿了一身 LV，10年不变了。你是王小白，王小白是谁？然后我继续往下讲啊，就是后来我就穿了一身 LV，我就去了，然后有很多我认识的一些人都去捧场了。然后去了以后，我其实真挺震撼的。虽然说不是同性恋酒吧，但是是在北京三里屯最中心的位置，然后是一个大院里边，然后里边也是非常高档，灯光啊，然后沙发呀，包括那个室内的造景啊，都非常非常好，都是那种绿植的那种。后来我就去了以后，有很多其实有钱的朋友都去了。然后他们就在那说那个就说在这充值，就是说那个朋友那个开酒吧了，我们过去捧场不都得充值吗？但是因为我跟酒吧老板也不认识，而且我是被别人带过来的，我其实不用充值。然后我就看那些就是稍微有点小钱的那个朋友都在那块，就是打算一个人充1万嘛，就来支持一下。后来我就说，那我也充1万吧。然后我身边人就说，哎，你充什么1万？你又不用你充，你又跟老板又不认识。我说那个这个酒吧挺好的，因为那段时间我跟那个我那个接触的人就是挺受伤的，然后我就染成了喝酒的习惯，然后我就想着说这个酒吧又没有同性恋，因为我很怕酒吧里有同性恋，我也不去 gay 吧的，所以我就很恐同。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北京的同性恋圈是非之地，所以我就喝酒我也不去同性恋酒吧，我要不就在小酒吧。然后我知道了这个酒吧这么高级，我就想来这个酒吧喝嘛，所以我说我也充1万。后来我就充了1万，然后这个老板就也不认识我呀，然后就看我充了1万，然后就知道我是这个大姐大的朋友，然后就可能过来打个招呼。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见到这个酒吧老板了，他其实算是3个老板之中的就是其中一个，然后他也是更偏管理的老板，他其实没有投多少钱，就大概投了几百万吧，就大概那个酒吧投资下来，可能整个酒吧就要几千万的那种酒吧，他可能投了几百万，然后又是店里的管理者，所以他就过来打了个照面。这个酒吧老板长得有点像，戴个眼镜，然后挺洋气的，然后长得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就是就是那个王晶捧的那个食神叫唐龙吗？就是那个，就是食神里边有一个那个，就是跟那谁周星驰演对手戏的，他叫唐龙吗？就是一个就是偷他秘方，然后最后把那个周星驰那个食神的那个位置给踢走的那个，反正就长得有点像他，还有点像那个对电梯里拉屎那个，对，长得有点像，还有点像那个就是《古惑仔》里边的那个戴眼镜的那个唐牛，对，长得有点像唐牛，还有点长得像那个就是古惑仔》里边那个戴眼镜的一个，他叫包皮吗？反正这个词也不太方便说，反正他长得就是那种可爱爱的那种，然后长得也不算是好看，但是挺洋气的一个长相，后来就认识了，认识之后，然后我充钱了，我没事我就得来消这个钱嘛。他那边喝酒其实挺贵的，然后我就自己去，然后那段时间他看着我来，然后他就跟我打招呼，然后就喝酒之类的。后来有一次呢，就是我就带了那帮朋友就过来喝酒，因为我那个时候就习惯买单嘛。然后他看见以后，他说：“啊，这帮都是你带过来的。”我说：“对。”他说：“你买单。”我说：“啊。”他说：“你买单干什么呀？他们都比你有钱。”我说：“没事，大家一帮朋友来聚一聚。”他说：“我不用你买单，看着。”结果就到包间里了，然后就发生一些问题，就谁跟谁打架了。当时是怎么个事儿呢？当时是我就是那个大姐大的朋友喜欢灰灰，就是我那个剧里的那个灰灰，就我一个小弟弟。然后结果这个灰灰呢，就是
这个灰灰同样的在那个酒局上被另外一个人就是摸了，结果他不知道是大姐大的那个喜欢的人，所以大姐大和那个摸灰灰的那个人他俩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然后本来我就说买单赶紧走，就是别打起来之类的。后来那个酒吧老板就把这个事儿就处理得很好，然后就让那个摸灰灰的那个人要买单，就让他买单。结果最后好像就是他们买的单，就没有我买单嘛。从那以后，就是这个酒吧老板就在我面前就有点嘚瑟，然后就有点想保护我那种感觉。后来他就开始追我了。因为他觉得我总来，然后他追我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什么原麦山丘的老板啊，然后什么那个什么就是三里屯那边有一个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地产的一个老板，他们就来这边喝酒的时候，他们都是直人，就酒吧老板是不是。我说我那帮朋友都是 gay， 然后就是那个原麦山丘和那个就是那个房地产那些人都是那个直人，然后就是有一次他们就是下午就是他就叫我去那个店里陪他那个坐着，因为下午他们不营业，但是他们可以在外边喝茶，然后他就说你过来，我有几个朋友介绍给你，然后上来就是原麦山丘的老板，还有这个老板那个老板，然后就带着我就跟他们认识，然后又带我见世面，然后那个时候几个军艺也总去嘛，几个军艺跟他是好朋友，然后几个军艺啊，包括什么马迪呀、什么那个臧鸿飞啊，就这些明星也总去嘛。反正就是我就记得有一天他说你来，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吉克隽逸来了。我说哦，因为我跟吉克隽逸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个宽粉我们见过一面，但是吉克隽逸可能也不认识我了。然后他就说走，我带你去那个他包间玩，结果就拉着我带着我去吉克隽逸包间了。然后就说那个说那个隽逸，这个是我老公怎么样的，就介绍我给吉克隽逸，然后我们就在那块就是聊了一会儿天之类的。后来反正就是带我见各种牛逼的人物嘛，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挺主动的，然后后来也是对，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后来就是他几乎他酒吧里的所有员工都知道我俩在就是暧昧的过程当中，所以他所有的员工也是都非常尊重我，然后所有人都认识我，然后包括他们吃员工餐我也跟着吃的那种，就是混到就是后来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说你不是有对象吗？他说有对象。我说你对象是哪个？他说啊就在那块儿，因为他们那个是一个四合院嘛，然后他那个对象就在那边那个就是卖衣服的，他对象是在那个院里卖一个潮牌的。然后我说你对象就在那块呢，我说你他妈神经病啊！然后他对象还跟我喝酒，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奇怪，我就说我说你别他妈太过分了怎么样的，因为我一直都没同意嘛。后来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张小厚来了，张小厚也是他的朋友，然后张小厚来了，然后他就拉着我去张小厚那个包间里，我就在那块唱歌。然后那天他喝多了，他就一直就是想让我亲他一下，我说你他妈别神经病。然后我们就在包间里就大吵一架，吵完了之后就是他就喝多了嘛，后来我把他送到酒店去了，送到酒店他就不让我走，然后我就说你那个好，我把你哄睡了，结果把他哄睡了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就反正就是后来其实他软磨硬泡吧，我其实就有点吃这一套。哎呀，软磨硬泡，其实我有点吃这套，但是吧，因为我总拒绝他，其实我也没有反应过来我什么时候对他有好感的，直到有一天就是什么呢？就是 Q 先生不突然去他酒吧了嘛，然后他一直缠着我，然后 Q 先生就看出来这个酒吧老板在追我， Q 先生就说你实在不行跟他接触。后来其实我就有点就是有点那个想法了，
而且一开始吧，这个酒吧老板我就觉得他怎么的都不得劲儿，后来就是看他还挺顺眼的。再后来呢，就是我没事我就喝酒嘛，那段时间通过喝酒我就认识了那谁嘛，我就认识了那个小薇嘛。结果那段时间我把身边能约出来喝酒的人我基本都约出来了，已经没有人愿意跟我喝酒了，因为他们都不爱喝酒，就我爱去喝酒。因为我存了很多钱，我在那里消费了几万块钱嘛，将近10万块钱，8万块钱10万块钱我记得。然后那个就已经约不出别人来陪我喝酒了，因为那边人都是直男，我只能约 gay 过去嘛。结果我就没有那个约新的朋友了，我就把那个当年跟着那个服装大佬说要给我拍照的那个人给他约出来了，就那个摄影师约出来了。然后这个摄影师呢，就是跟我一起来了，然后我们就喝酒，然后我就给他介绍那个酒吧老板。给他介绍酒吧老板，然后他们就认识了之后，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就跟那个就是那个摄影师我就说了，我说这个酒吧老板那个我们关系挺好的，他说是在追你是不是？我说对，然后我说那个但我没同意，他说那你喜不喜欢他？我说有点吧，我就跟这个摄影师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对他也有点好感了。然后后来呢，这个酒吧老板就没事就约我，然后后来我就不愿意出去了，就是总跟他单独约吃饭啥的，我也觉得没啥意思，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就拒绝，再加上那个时候他又有对象，我也不能总出去，对不对？也不太好。后来呢，他有一天他约我，他说你来吧，我说我不去，我说你有对象你别他妈聊骚。然后他说那谁也在，就是那个摄影师也在。结果我就很好奇摄影师怎么在。后来我们仨就在那吃日料，吃完日料然后我就走了，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下午的时候，约了一大帮人，就是他那个酒吧老板约了一大帮人，然后还有我，还有那个摄影师，还有那个大姐大。就一大帮人就吃饭嘛，去他那个酒吧的另外的餐厅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就坐在酒吧老板的旁边，然后那个摄影师就坐在对面。然后当时呢，就是酒吧老板还在那块，就是跟我没事就在那气势我俩就在那块没事开玩笑。我也没当回事儿，结果晚上的时候，因为我好久没见那帮朋友了，然后我就喝得比较开心，我就跟那个大姐大在那块喝酒，然后在那摇骰子，我们玩得特别开心。然后这个时候，其中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工作人员，那个台湾工作人员是一个女孩，叫晴姐，也在我的那个芝麻衣里边出现过。那个晴姐就突然就跟我招手，然后我说咋的了？她说那个你要不要看一下那个我们老板好像今天心情有点不好，因为我跟他老板其实没坐在一起，我跟这帮人在那块摇骰子呢。然后我看了一眼，我说没啥事啊。然后我就看见他跟那个摄影师他俩坐在一起在那块说话呢。然后我就觉得没啥事儿。后来那个我就在那继续玩得特别开心。这个时候那个台湾的那个女孩又过来了，说晴姐就过来了，说那你看看他们好像就是在吵架。完了我往那边一看，他俩好像真的在吵架，就是摄影师和那个酒吧老板在吵架。然后我就过去了，我说咋的了你俩？然后他说没事儿。那个酒吧老板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酩酊大醉，好像是酩酊大醉，已经喝得不行了。然后他俩就在那块有点吵架的意思。我说没事儿，我就过去玩了。我说你俩有啥问题啊？没啥事儿。包括那个摄影师也跟我说没啥事儿。然后结果我又过去了以后，然后那个晴姐又过来了，说你看他俩真的在吵架。然后我就真的过去了，我就过去了，我就坐在他俩中间了。我说你俩吵啥呢？我说你俩就是在吵架呀。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摄影师拉着我的手就说那个百里，特别感谢你让我认识这么一帮好朋友。如果我要是跟他在一起了，你会不会生我的气？
那傻子也能听出来了，他俩就有事儿了呗。然后我就没说死，我就说啊，我说不会生气，只要你提前跟我说，我不会生气。然后紧接着我就知道他俩肯定有一腿，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酒吧老板就是又坐在我俩旁边，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他，就说没啥事儿，怎么样的，没啥事儿。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坐在酒吧老板的左边，他就坐在酒吧老板的右边。这个时候酒吧老板突然站起来，就说：“来，你们把麦克风给我，就喝多了嘛，然后就站起来了。我今天我要公布一个事儿，你别拦我公布个事儿，我其实早就跟摄影师在一起了。然后这个摄影师就在那块说，就是摄影师就在那说，哎，别胡说，怎么胡说了？啊，怎么胡说了？你穿什么颜色袜子我都知道，大概是这么一句话。然后我就说你俩别说了，我就在旁边特别尴尬，因为所有人这个包间里所有人都觉得说是酒吧老板在追我，然后我就觉得很没面子，我说你俩。然后我就想把他俩叫到旁边嘛，我说你俩要说什么的话，咱们仨过去说，你不要在那块胡说八道，很下头。然后他就拿麦克风把他俩在一起的过程都说了，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或者没面子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也没有理由，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好奇怪，然后我就说你确定要这么处理吗？我说你俩我就说那个酒吧老板，我说你神经病啊，我说你。然后我就拿衣服我就要走嘛，然后这个酒吧老板借着酒就说啊就你对，你什么都对，你从来你就没想跟我在一起怎么样，然后就在背后就在那说我，然后我就听不下去，我拿着那个衣服我就走了嘛，我拿着衣服就走了。他对象不是潮牌吗？他跟他对象就是开放式关系，后来我才知道他俩是开放式关系，也不在意。包括我一直在意的，其实他那个卖潮牌的那个对象其实早就知道，人家也不在意，包括人家还可以跟我喝酒，人就不在意。后来呢，就是我就走了，我就因为这个生气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大概半年左右我就没跟他们联系，那个酒吧我也不去了。半年左右我就没再去那个酒吧了。后来，半年之后，其实我们在卡卡的店里边，是在那个卡卡不有个串串香嘛，我们在他店里就吃饭，然后那个拉拉的朋友就在那说就聊起来当年这些事儿了，然后就说他俩现在也没在一起之类的。我说没在一起。他说怎么样？你要不要过去玩一玩？我说我才不去呢。他说咋的了？这错的又不是你过去气他俩呀？反正他俩也没在一起，也没好结果。我说我干嘛去给人增加那个营业额去？我说我才不去呢。他说哎，你就是不敢。我说我没啥不敢的。然后他就激我就去了嘛。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其实就很忐忑，因为我们坐在外边，我很忐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儿。后来，等我在那块就是东张西望，我还在那找酒吧老板呢。东张西望的时候，结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抱着我的头，然后往他的肚子上靠。我一抬头是那个酒吧老板，然后我们就也没有吵架，也没有说什么，然后这个事儿就翻篇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也没发生什么，我也没有理由去生气，然后随便吧，我也没想跟人在一起，对吧？你生什么气呢？那大家一笑泯恩仇得了呗。就这样，我就跟酒吧老板就属于现在还是朋友的关系。这就是所有的故事。刚才有人说那个感情上的东西，
一个做酒吧的人，在北京做酒吧的人，北京做那么大型的酒吧的人，不是你们这个老百姓，不是你们这个凡夫俗子的思维啊。就我怎么去形容呢？人家首先是做酒吧行业的，人家首先是在北京，跟你们3、4线的，没接触过 gay 的生活的人思维是不一样的。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北京和上海，你们知道的很多名媛，他们都是开放式关系。你们现在在抖音上看到的北京、上海的所谓的名媛，以及出现在我剧里边的一些演员，他们的思维都是开放式关系。所以这些东西是你们不了解的啊！你们别再这个质疑这个真假了。至于为什么有的你们说我这个演员他怎么样，怎么好，我其实非常不同意呢，因为我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有些人他其实三观就是我是不认同的啊。比如说开放式关系，我到现在我都不认同开放式关系啊。龙二是开放式关系吗？据我所知，龙二好像没对象。对，据我所知，龙二好像是没对象，因为我们也没聊过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不知道龙二有没有对象啊。但据我所知，好像是没对象啊。网上嘛，看看就行。所以就刚才你们其实在质疑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他对象就在那卖潮牌，为什么还能允许这些人呢？这就是你们不了解的生活啊。自从我做了营销，我能理解你的三观了。我他妈什么三观啊？你闭嘴你！我的三观是什么？你单身的时候，你可以接触任何人，但你不能有对象的时候接触，明白不？就是你单身的时候，你可能对很多段感情你的理解是不同的。比如说，我当时被诟病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就是这个 ZH 他对我有一些不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ZH 他就觉得说我换对象换得太勤了，但是其实有些对象你不接触，你不知道咋回事儿，你一接触你就知道这个人可能跟你三观不合，然后接触一下你就知道不合了你还守着他，难道不合了然后还得给他我得放1个月假然后才能找对象吗？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很自然的就觉得跟这个人接触不合适了。那因为我是酒吧老板，所以我生活当中周围有很多的人，所以我就没有间断吧。龙二这么优质，没有对象，有点惊讶。这就是你跟龙二的区别吗？不是所有人优质了就一定会找对象啊，不是所有优质的人都要找对象。在你的认知里边，你觉得一定要找对象，这就是你跟他的区别吗？所有人不是说一定有对象才能活，一定有对象才能证明他优秀，对象不是一个必需品可以天天换人，没有对象可以天天换人，也不是可以天天换人，前提是你有人可以换。只是因为我做酒吧的，每天来的都是gay，而且有很多人其实看过我的剧，然后就可能本身对我有一点点那个滤镜。对，那对我有滤镜的话，又来就是喝酒啊，我可能会有一些应酬啊，可能彼此聊得来，或者说就是情商比较高的，可能我就会接触吧。我最主要的，我会觉得说，做了酒吧之后，很希望自己另外一半是情商比较高的，但是没找到。对。龙二肯定是这样的，龙二肯定是哪样的？
不要揣测人龙二的生活啊。首先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也不会跟大家说啊。就这个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像我现在我也会觉得说，恋爱其实不是必需品，但是有的时候感情来了，你不去回避它，我觉得对，了解人吗？这个人造谣，我没有造谣，我不想聊他，我只好像他是没对象啊，好像是没对象，而且我觉得龙二其实他的思想就，他的思想其实跟很多人都不一样，他说上面的没说你我知道他没说我因为我没造谣，对，我知道，文儿我没说你说我，就是我就说一个点嘛，就是因为我跟龙二其实平时接触的并不多就是我俩就是可能只是在合作的时候两个人可能出奇的合拍，但是私底下其实我俩不太去那个交流太多就是生活不一样吧，我始终觉得就是圈层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俗的人，我会追求荣华富贵，对，我会追求荣华富贵，可能龙二在他心里可能追求的东西我一直都没有了解的特别多就是我是一个很俗的人，其实大家都能看到，就是我想赚钱，我想让生活变得更好，对，这是我跟龙二可能表达的不太一样的东西主要喜欢听讲故事对，我跟大家说说我跟 GH 的故事GH 的故事 GH 你还在吗 GH？对，我认钱。龙二也在努力的卖衣服，他现在努力了，就是我觉得他之前不食人间烟火就是我之前会觉得说他脑子里没有这些事儿，因为他之前拍我的剧，我会觉得说他是真心喜欢。后来我觉得他拍我的剧可能也是这个剧可能给他带来一些东西，他才去拍的。再到后来，我觉得他之所以又不拍了，其实他心境又发生了改变。因为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拍剧一定会带来流量，带来流量之后，你做生意也好，包括开网店也好，我觉得对你来讲的话都是很大的帮助的。但是之前龙二就不想拍了。就是这个是一个每个人选择不同的，对，对呀，不缺钱，我觉得他现在应该也不缺钱，可能是有一些东西去改变了他的心境这个是，我在我认知里边他不是缺钱的人，其实我可以严格意义说，其实我也不是缺钱的人，但是呢，就是我跟他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我是危机感比较强的人。就比如说我其实比一般人同性恋可能都有钱，但是呢我可能就是有危机意识，我觉得每天直播能赚200就赚200就是我是个俗人，我不像别人就是说我好像钱够花了就行，我是能赚点我就赚点就是我今天我花200，我赚200，我不就持平了吗？那我就不用花老本了吗？我就是这个想法，就是我是一个很市井的一种心理。但是可能就是像龙二他们，就是可能就会觉得说我生活我追求的是平静，然后我不需要钱，对啊，我不需要钱，就是说那个钱可能够花就行之类的。但我其实就一个很市井小人。对，我跟二把刀其实每天都在直播嘛，就是想着说，赚点是赚点吧，那每天都要花钱就赚点呗，那也不碍啥事儿，对不对？所以就是很俗的一个思想
所以跟我过日子吧，其实就有的时候就是会很接地气啊。就我说白了，我深夜里我说一句真实的话，二把刀也不在，龙二也不在，我说一句真心话，这就是我觉得我跟龙二最大的区别，就是我觉得我俩不是一路人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我是一个市井小人，市井小民。我觉得龙二可能跟我就是生活习惯和思维可能不太一样，所以你看我俩走的就没有那么近。其实也有可能是我俩不太多去聊这些东西，但是就我会觉得跟龙二在一起，我会觉得说他的状态跟我完全不一样。我这么说你们能明白不？就是我要谈恋爱的话，我一定会选龙二这种，不是，对，二把刀这种。对，我一定会选二把刀这种。就是我觉得二把刀跟我在一起就是屎尿屁啊，然后就是摆摊儿啊，做生意啊，包括那个开店呢，我觉得他都行啊。就是我觉得这才是生活，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办法做到那种就是心静如水的那种，就是我太俗了，我太俗了。就我觉得二把刀其实就很适合我啊。对，就是不是一个圈层的人，对。我们就喜欢你的俗，也不要说出来嘛。你看我们每天直播就是为了赚仨瓜俩枣的，但是你说我待着也是待着。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不找工作啊？因为我从15年我就没有工作了，我是从13年我就没有再去工作了。我已经不知道工作是什么状态了，因为我从14年、15年的时候我就吃了互联网这个饭嘛，那我没有上过班了，我其实，然后现在如果说出去上班的话，以我现在的能力，可能要么呢就去做那个账号的孵化，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就是餐饮店呢，或者说什么店呢，我要去做一些网络的一些流量的一些东西，可能我擅长。第二点呢，要么呢我就去那个可能就是什么影视公司去给人家那个做助理之类的。但是我又觉得我这个年纪好像有点拉不下来脸了。其实现在就是每天你看我们直播，其实刷礼物的其实挺少的，但是我们每个月基本上能有个不到1万的收入啊，就是每天你看我们零零拉拉的播，每天就是每个月能有不到1万的收入。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挺好了，对，已经挺好了，所以我今天晚上跟大家都掏心窝子了，其实有些话我觉得我也不该说，对。就是每个月就是收入不到1万块钱，谢谢小胖的加入粉丝。我就觉得生活里有一个二把刀，跟我忙忙活活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前任挺好的，但是前任跟我在一起。就是前任有点像龙二，就他们向往的生活就是说钱够花就行呗，然后就想追求那种心静如水的那种生活。前任这点其实就跟我有点不合拍，我生活当中我还更喜欢二把刀这种。二把刀就是他能明白我想什么，因为我俩出身差不多，我跟二把刀出身差不多，就是我俩都是那种就是穷人家孩子，所以我们危机意识很强，就是没钱可能会就想办法赚钱的那种。但是跟我前任在一起，我就觉得他好像够花了，明天缺钱再去赚呗，他就没有一个危机意识，然后跟他们在一起就会没有安全感这个真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处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反正
我处到那种对象，我会有点无力啊，我会有点无力，就是他人真挺好的，但是不合拍，生活就是觉得他不是一个可以共同生活的人，这是实话，就是两个人，我就经常跟二把刀说，我说那个咱俩今天得赚200啊，他说啊现在都没人刷礼物了，我说那赚100也行，这是我俩每天的对话，这是我跟二把刀每天的对话，你们不觉得这很幸福吗？就是我觉得很幸福哦。然后我们要赚到了200，我们就吃的好一点；赚到100的话，我们就吃的不好一点。啊，我就觉得这很幸福啊，这很接地气的生活呀。就是，而且有的人就说那个啊，这你们就是还赚这个钱多丢人呢？我觉得赚钱不丢人啊。聊聊天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有能力的就刷，没能力的就不刷嘛。就是我觉得跟我聊聊天儿，听我的故事，大家也能收获一些或者放松精神。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能力就刷嘛，对不对？对。好了，今天直播就到这吧。我今天赚了100。好了，再见吧，大家早点休息，3点了，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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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咱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讲一讲那个台湾大哥的故事。台湾大哥现在算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大哥了，哪怕就是服装大佬都没有台湾大哥对我好。所以台湾大哥也一直在我的置顶里边。明天讲一讲台湾大哥的神故事啊。对，台湾大哥真的很好。当然服装大佬也很好，都好啊，拜拜。